姑娘，你一定要撑住，绿萝已经去叫大夫了。你与绿萝照应我最是尽心，这床下匣内有你们的卖身契，以及我的所有银两。待我死后，你们二人分了这些，就此离去吧。不会，姑娘，你不会死。绿萝这个死丫头怎么去了这么久还不回来？我不是贪玩误事，等她回来，看我如何收拾她。你们想做什么？一个老婆子粗鲁地将紫苏推开。大姑娘，你自幼病魔缠身，我侯府花费大量时间钱财养了你这么多年，如今你油尽灯枯，也是时候报恩了。那镇国公府富二公子刚刚断气，人家愿意花大价钱娶你过去婚配，你就乖乖从了，也算是最后为侯府做点贡献。你呢，也别怨我们家夫人，夫人也是为了你的身后事着想。夭折的女儿可进不了祠堂，你只有嫁去镇国公府，人家答应将你与富二公子一并下葬。要是你那早逝的母亲九泉之下得知你有个归宿，也能安息。我家姑娘还没死呢，你们做出如此丧尽天良之事，就不怕遭报应？贱奴，尊卑不分，竟敢用这种语气跟夫人说话！来人，拖出去，跟另一个丫鬟一并关进柴房。紫苏，穆生生想要制止，可他这身子刚一起身就是一个踉跄，跌倒在了床边。生生，母亲可是为你寻了一门好亲事，到时候黄泉路上才好有人与你作伴，免得你孤身一人寂寞难耐。穆生生这病秧子反正也活不了几日了，临死前还能挣个银子彩礼，也算是死得其所。还不快为大姑娘更衣梳妆，可别误了吉时。若是让爹爹知道，绝不会轻饶了你们。我是这侯府的主母，侯爷不在，一切都由我说了算。更何况宣武侯穆平川自己都是泥菩萨过河，自身难保，还不一定回不回得来呢。转眼穆生生已经被塞进花轿，趁着黄昏时候从侯府后门抬了出去。刚刚听他们说要让他跟富二那个死鬼一并下葬，莫非是要将他关进棺材里活埋？不行，他不能坐以待毙。花轿摇摇晃晃前行，直至一个人多车多的路口才停下。恍惚间有个声音在他脑中喊：快跑！穆生生不再犹豫，找准时机，卯足了力气掀开轿帘，一头滚了出去。穆生生慌乱地穿梭在人群之中，似乎有一股奇异的力量指引着他，越是朝某个方向去，他越发呼吸顺畅，力气又多了一丝，直到他一个不慎迎面撞入一个男人怀里。原本他仅剩3天的生命，竟然增加变为了4天。公子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！你我素不相识，本王为何要救你？殿下若施以援手，民女今后愿当牛做马，任凭差遣。本王不需要。看你还往哪跑，乖乖跟我们走吧，要不然我镇国公府可不是吃素的。那些追兵凶神恶煞的就想上来推开男人，拽走穆生生。住手！众人愣住，便看他一把将穆生生横抱起来，转身上了马车。今日此女冲撞本王，本王要带回去问罪。谁想要人，只管来摄政王府要。众人一听是摄政王，霎时如遭雷击，他竟是那个权倾朝野、执掌生杀的摄政王蔺寻。据说摄政王5年前奉先帝遗诏回京辅佐少帝，临朝摄政，以雷霆手段叱咤朝野。年仅16岁的少帝不过是他掌中随意摆布的傀儡，颇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架势。朝中上下文武百官皆是敢怒不敢言，暗地里都称他做活阎罗。穆生生反应过来时，已经坐上行驶的马车，得知面前男人竟是当今摄政王，也是惊得差点两眼一黑。他虽不怎么出门，摄政王蔺寻的名讳还是听说过的。记得有一回偶然听见爹爹在书房大骂蔺寻那个狗贼，包藏祸心，不择手段，若是不除之而后快，迟早做出谋逆之事，祸害我大禹江山100年基业呢。蔺寻是谁啊？能让爹爹这般动怒？一个坏人，今后你若遇到他，切记绕着走，莫要招惹。今日是谁不好，怎偏偏是他？理清楚现在的处境后，得出结论：想要活命，唯一的方法就是缠上蔺寻。多谢摄政王出手相救，此番恩情无以为报。民女愿今后当牛做马，任凭殿下差遣。你这病殃殃的样子，能做什么？民女虽体弱多病，可也学过琴棋书画，诗书礼艺，时常为父亲铺纸研磨，斟茶递水，诵经念诗，分忧解难，这些都不在话下。殿下若有什么条件，尽管提。
你说说，镇国公府的人为何追你？穆生生还在思索要不要编个什么故事糊弄过去，就听令寻厉声警告：若是让本王发现你有半句虚言，立即将你扔下马车。臣女不敢有所欺瞒，臣女乃是宣武侯穆平川之女。今日我那继母趁父亲离京，狠心要将我送去镇国公府配冥婚，我途中逃了出来，这才冲撞了殿下。所以说，为奴为婢是假，想寻求本王庇护才是你的真实目的。令寻一定以为他一眼就把这小姑娘的目的看穿了，殊不知小姑娘真正的目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接近他，探寻续命的方法。他们不达目的，定不会罢休。臣女也是无处可去，只求殿下能收留几日，让臣女避避风头。3日，只需收留臣女3日，3日后我父亲回京，定会为我做主。求您了，求您了，殿下！父亲为了去给他寻医才离京，3天之后就是他16岁生辰。爹爹知道那天有多重要，不可能不赶回来。本王可以答应留你在王府住3日。令寻不是什么大善人，只因这镇国公府素来与他为敌，今日在他眼皮子底下，哪能容得他们撒野？多谢殿下垂怜。不过本王还有个条件。穆生生凑近了些，几乎快要趴到男人腿上。只要殿下肯收留，不管什么条件，臣女都可以答应。劝你别动什么歪心思，本王对你没兴趣。你可会抄书？臣女常常抄写经书祈福，打发时间。本王有一本旧书，你替本王重抄一遍。多谢殿下恩典。起来吧。穆生生身子本就弱，他刚强撑着身子站起来，正好此时马车不知碾到什么杂物，猛地一个颠簸，穆生生身子不稳，就这么一头塞进男人怀里。这回他们身体接触，依然能感受到那股神秘力量，让他精力倍增。可奇怪的是，生命天数并没有随之增加，难道是他的方法不对？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男女授受不亲？穆生生这才回过神，想要起身，可起到一半又失力地坐了回去。殿下，我不是有意的，我只是方才跪得太久，有些腿麻。还好，目的地总算到了。马车刚停稳，令寻便推开穆生生，大步跨下车去。穆生生强撑着发软的腿，也紧随其后。光临摄政王回府。殿下，臣女身子弱，走不动。走不动也得走，不然就等着镇国公府来接你。先前在马车里，穆生生靠近令寻时，整个人前所未有的舒畅。可眼下令寻越走越远，他瞬间泄了气，又变回了那副苟延残喘的模样。感觉到身体的巨大落差，穆生生更加坚定，这颗救命稻草他必须牢牢抓住。穆生生走得上气不接下气，才堪堪迈过摄政王府大门的门槛。这位可是穆姑娘？奴婢玄机奉命前来接姑娘去客房歇息。穆生生眸子一亮，瞬间感觉这个令寻好像也没父亲说的那么灭绝人性了。臣女参见摄政王。你来作甚？本王不是已经叫人将书送过去了？殿下的那本青囊经年代久远，陈旧破损，晦涩难懂，生生不敢轻易动笔，所以特来请教一二。令寻先一步进屋，到书案旁入座。穆生生小心翼翼捧着古书放在他面前。生生听说这本青囊经失传已久，不想见还有孤本在殿下手中，生生沾了殿下的光，才有心见识一番。你何处看不明白？穆生生在等他的时候，已经把这本古书粗略看过了，当即指出几处模糊不清的段落，令寻一一为他解答。身前温暖绵软，隔着衣物有意无意蹭到他的胳膊。男人心思早已不在那本旧书上，也不知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喘着的气息越来越烫人。穆生生这个罪魁祸首完全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，还在暗喜庆幸。他挨着令寻的身体，精力猛增，整个人神清气爽。接下来他只需按照计划装作头晕昏倒在令寻怀里，应该就能增长寿命的天数。我的头好晕。转眼他就倒在令寻怀里，随之而来的是生命的天数成功增加了1天。穆生生暗喜，同时也在猜想，为何有时可以，有时不行？莫非每天只能起效1次？令寻凝眉，将他从身上拧出去。你若身体不适，便回去歇着，抄书不急于一时的。都怪这客房太过偏远，深深的身子又实在孱弱，今天回来的路上受了风吹颠簸，身子都有不适。若是能住得近一些，生生有什么疑问来找殿下，也就不必那般费劲了。令寻只想着赶紧将人打发走，要不然还不知道他要做出些什么来。当即叫来玄机交代，派人将穆姑娘的东西搬到旁边的灵溪院。玄机略微诧异，按照以往经验，这女子冒犯殿下，殿下应该发怒将她扔出府邸才对，怎不但没生气，反而答应给她换住处？这穆姑娘果然与众不同。多谢殿下体谅。
当夜，穆生生便端着一壶安神茶，再一次敲响了令寻的房门。他必须抓紧时间验证一下自己的猜想。进来。穆生生进屋行了个礼。你又有何事？殿下日理万机，生生特意为殿下煮了一壶安神茶，还请殿下笑纳，殿下请用。穆生生，说好你只是在王府借住3日，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接近本王，到底想要耍什么花样？本王忍你多时，你真当本王是个什么好相与的？殿下，您都疼人家了。本王早就跟你说过对你没兴趣，我劝你安分一些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别有任何的非分之想，不然的话，别怪本王不留情面。殿下您误会了，生生只是感激殿下收留，想为殿下多做一些力所能及之事，不是想勾引你。哼，这还不是勾引，那如何才是？殿下想知道，那生生现在就让你看看如何才叫勾引。穆生生涨红着脸，指尖如兰，缓缓解开衣带。为了活命，穆生生不介意勾引他，正好他也想知道不穿衣裳抱在一起的话，续命效果会不会更好。穆生生，你别得寸进尺。不是殿下想看的吗？他何时说过想看了？出去，今后不准再出现本王的屋里，不然就将你扔出摄政王府。殿下既然这般不想见到生生，生生这就走。说完就抹着眼泪跑了出去。反正穆生生今日已经续命了1天，也懒得再费力气讨好他。待穆生生走后，令寻若无其事回到桌案前，继续批阅剩余的折子。令寻看奏折太久，闭着眼揉了揉眉心，感觉口干舌燥，又端起茶壶倒了一杯茶水饮下，察觉味道有些不对，仔细一看，原来是刚刚穆生生送来的安神茶。这味道是酸枣仁搭配龙井所泡，既提神醒脑，又安神镇静。令寻一杯接着一杯，不知不觉竟将壶内喝得一滴不剩，一直到深更半夜，奏折悉数阅完，令寻才更衣洗漱上榻睡觉。这夜他做了一个梦，怀里的小美人生得好看至极，因为抽泣啼哭，眼角发红，惹人垂怜。殿下，一切真实的好似发生过一般。令寻猛然惊醒，令寻想到梦里穆生生那娇柔撩人的模样，顿时头疼欲裂，都让他怀疑那壶安神茶是不是有问题。次日天还未亮，令寻已经启程赶赴皇宫上朝。天书一早已经听仆人禀报过了，说是昨夜摄政王4更起来，又是沐浴又是换被褥，折腾的几乎一夜未眠。殿下，前2日太皇太后送来的那位姑娘还住在后院，经属下观察，是个安分守己的，相貌还算艳丽，不如殿下就将她纳为侍妾，也好有个枕边人分忧解愁，不然憋坏了身子，可就得不偿失了。你不说本王倒是忘了，你跟随本王多年，东奔西走，劳苦功高，也还未来得及娶妻纳妾，不如那女子便赐予你吧。属下不敢，她是太皇太后派来伺候殿下的，赐给属下算什么个事？你都看不上，还让本王把她纳了。殿下，属下查过了，那穆姑娘患的是绝症，活不过16。本王只收留她几日，宣武侯回京便来接她回去，她死与不死，与本王何干？天书嘴角抽动，心下暗想：殿下，你确定之后不会被连毒打肿吗？皇叔今日看着脸色不太好，可是身体不适，需不需要朕叫太医过来瞧瞧？不必，只是昨夜看折子看得晚了一些。皇叔切勿过度操劳，今日定要好生歇歇，明日中元节祭祀大典还需皇叔亲自主持啊。令寻心下想着，看来要睡个好觉，今日只能住在皇宫里。两人说着明日祭祖大典事宜，突尔一名太监急匆匆跑来禀报：太皇太后传唤摄政王。本王这就过去。朕听说郑国公夫人今日一早去求见皇祖母，说是要讨说法，也不知所谓何事啊。令寻自然心知肚明，辗转去了坤和宫。母后万福。摄政王，听说你结了郑国公府的亲，你到底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是要气得你父皇掀棺材板出来才能教训你？母后所说为何？儿臣不知啊。宣武侯之女与我二儿大婚之日，摄政王将臣父那未过门的儿媳给劫持走了，这事众所周知，还望殿下赶紧把人交出来，我们还要赶着完婚。父二一个死人，如何娶妻？我儿已故不假，可那穆姑娘身患绝症，也活不了几日了。我们两家原就定好了要配冥婚，让二人泉下有个伴，也好让穆姑娘进我父家的祠堂。待她死后，本王自会将尸首交给你们，再行完婚也不迟。太皇太后听了事情的始末，也接纳了令寻的提议，毕竟冥婚这事情不太体面。好了，就这么办吧。崔氏不敢再多说，只能点头应下。远在摄政王府的穆生生突然掩着口鼻打了个喷嚏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穆生生摇头。穆姑娘，这摄政王府有的是厨子，你想吃什么吩咐一声即可，不必亲自下厨的。
这是我为摄政王做的。殿下他今晚留宿在宫里，不回来了。什么？不回来？明日就是中元节，他16岁生辰之日。不仅他父亲还没回来，现在连令寻也不回来，他可怎么活啊？中元节，皇宫大内祭祀大典因为一场骚乱提前结束了。皇叔伤势如何？无碍，不过皮外之伤。这些刺客简直胆大包天，皇宫大内戒备森严，竟还敢来刺杀朕。多亏了皇叔替朕挡了这一下，不然恐怕今日受伤的就是朕了。令寻心下冷笑，这刺客哪里是来刺杀皇帝的，分明一开始就是冲着他令寻来的。陛下放心，臣必定亲自揪出幕后黑手，给陛下一个交代。话虽说得体面，可二人心思各异。其实令寻心里清楚得很，这事跟面前的小皇帝脱不了干系。昨日穆生生为了讨好令寻，还强行打着精神亲自下厨做了一点饭菜，可今日他别说做饭，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姑娘，奴婢还是找个大夫来给你看看吧。我没事，你快去看看摄政王回来了没有。旋即无奈，只好起身出去查看，可刚走到门口，就感觉一股凛冽气息。奴婢见过摄政王。令寻面无表情跨入屋内。殿下，你总算是回来了。本王答应的3日之期已到，你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便离开摄政王府。我爹回京了？未曾回京，不过本王可派人护送你南下去找他，也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得知他要送他走，眼里的光都熄灭了下去。毕竟你尚未出阁，就这么住在摄政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，传出去也坏了你的名节，本王不能再多留你了。本就命不久矣，加之一时情绪激动，穆生生突然喉中一热，一股熟悉的血腥味儿涌出，便眼前一黑，浑身失力，瘫软的倒在了软榻上，没了反应。穆生生，你怎么了？玄机也吓到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来人呐，把太医找来。徐太医一摸着脉象，便知躺在床上的人是谁。活不过2日了，准备后事吧。给本王治他。摄政王饶命啊！并非下官不治，只是此女先天不足，又身患绝症，本就活不过16，又一直靠药物维持至今啊，早已是身体掏空，无药可救了呀！下官也无能为力呀。令寻知道穆生生患病，却不知竟这般严重。先前穆生生每次在他面前精神都很好，他还以为他们说的他活不了多久是指几个月半年之久，没想到竟真的只剩2、3天。殿下，属下这就赶去江南，将洛神医请来。此去江南，快马加鞭不眠不休的话，来回也要3日，来不及了。总之，殿下想法子吊住他一口气，属下3日即归。令寻不说话，天书就当他是默认了，大步流星出门，迈入黑夜之中。殿下明日还要上朝，先去歇着吧，此处奴婢守着。你先退下。玄机不敢违背，恭敬退下。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想死，我不想死。别怕，你不会死。殿下放心，臣女这边收拾东西离开，不会死在你这儿，脏了你摄政王府的地方。哼，你这副样子能去哪儿？镇国公府的人就等在门外，只等你断了气，将你抬去与那死人完婚。不要，殿下，我求您别将我的尸首交给他们，生生只求殿下待我死后，将我的尸首送回到我父亲手中。你可知道，是你爹亲自答应的这门婚事？不是的，这并非是我爹爹的本意，他本是将我许给镇国公府的富3公子，让我死后有个归宿，哪知福儿突然死了，正好也未曾婚配，镇国公府便擅自将这个婚事改到了那死人头上。你安心在此歇息，本王已经派人去请神医来给你治病，你爹那边也会叫人去催他赶快回来。殿下，你不赶我走了？穆生生，若是你活着，尚且能留下；若是敢死，本王立马就将你送出去给镇国公府的人，让他们帮你收尸，知道吗？穆生生不由自主一抬手，便勾住了男人的脖子。殿下，抱一下我。令寻差点气笑了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脑子里还想这些？殿下，你抱抱生生吗？我求你了。其实穆生生真想告诉这蠢男人，他抱一下就可以给他续命，他就不用死了。可这话卡在喉咙里，好像有一股神秘力量禁止，让他如何也说不出来。男人终究还是妥协了。现在可满意了？生生就知道殿下舍不得生生死，感觉到怀里的绵软，瞬间有了感觉。可男人又很羞耻，他都要死了，他竟然还生出那等心思，与禽兽何异？好了，别太得意忘形了。看着增加1天的生命，穆生生正喜不自胜，无意间抬起头，男人那张俊美无愁的脸便落入他的眼底，他正看得出神，问他，既然抱他能增加1天生命天数，那若是亲他，又会发生什么呢？
殿下。令寻低下头来，一抹粉唇便映入眼底，四唇相交的刹那间，随之而来的是剩余的生命滚动式的增加，一下子就多了5天。令寻也愣住了，大概没料到他竟大胆至此。少女的唇冰冰凉凉，但尝试起来香甜软糯。令寻梦见过很多次，可那梦总归是虚无缥缈的，只可惜男人刚勾起那念头，还没来得及细细品尝，少女已经咬着湿漉漉的唇瓣娇羞退开。穆生生，你可知道你在作甚？生生知道。既然无法直接告诉男人他这么做是为了续命，他总得找个合理的借口。生生既是将死之人，便也没有什么好顾虑的。其实那日见到殿下第一眼，生生便对殿下一见钟情，几次3番纠缠殿下，便是想在临死前能多看殿下几眼，也就心满意足。他这是在表白心意。殿下不接纳生生的心意没关系，生生只求余下的时日能陪伴在殿下左右，也就心满意足，死后便也能够安息了。见令寻沉默不语，也不表态，殿下不说话，生生就当你是认了。眼看令寻对他还有些抗拒，穆生生立马就摆出一副要死不活的虚弱模样。殿下，殿下，生生好难受。行，令寻怕了，他不再推他出去，他何必跟一个将死之人计较？殿下，我好饿。令寻唤来玄机，让厨房准备吃食，很快热腾腾的饭菜便陆陆续续端了上来。穆生生虽然已经恢复了体力，可做戏还是要做全套，说是走不动，让令寻将他抱到了桌边。殿下可要跟生生一同用膳？不必，本王用过了。令寻就坐在一旁，看着穆生生吃得津津有味。突然这么能吃，该不会回光返照了吧？也不知是回光返照，还是先前他吃的那粒药丸起了作用。那是洛神医以前赠予令寻的药丸，仅此一粒，说是危急情况下可以拖延时间。穆生生吃完了饭，又回到榻上躺着歇息。殿下，今晚留下来陪生生可好？本王可以留下来，不过你最好别打本王的主意。我都不怕，殿下还怕什么？难不成生生都变成这样了，还能爬你的床不成？令寻差点呛着，这小东西口无遮拦，说的什么？夜里，令寻说话算话，并未离去。穆生生躺着也不老实，时不时呼喊令寻。殿下，我渴了。令寻给他送来水，喂他喝下。不多时，他又出声：殿下，我冷。令寻便又让人换了厚一些的锦被给他盖上。殿下，殿下。才刚坐下，那边又开始了。你又想做什么？生生身体不适。令寻只好再次放下手中公文，过来看他。你哪里不适？穆生生笑着，顺势握住了他的手。他先前确实有些头昏难受，不过一摸上男人的手，跟吸了一口仙气儿似的，瞬间什么不适都一扫而空。生生已经好多了，殿下去忙吧。他呼吸顺畅，很快就睡着了。看着自己被他摸过那空荡荡的手心，令寻那一瞬间都产生了些许错觉，他好似是用完了立马就被人丢弃的工具人。一直到当天傍晚，天书总算是将洛神医给带了回来。本来去一趟3天时间是远远不够的，好在天书跑到一半，正好听说洛神医就在附近行医，便赶紧去将人带走了。不是说马上要断气了吗？怎么我看好像还能活个10天8天呢？穆生生一听，这神医竟然连他还能活几日都能看得出，这也太神了吧！也不知若是让他们知道他要靠令寻才能续命，会如何作想？不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们知道，他们肯定会把他当成吸人精气的妖精，将他绑起来用火烧死。话本里都是这么写的。殿下可给他用过什么药？就是你之前给本王的那个药丸，前日他快不行了，本王便给他服用了此药。洛清先是略微诧异，那个药丸的作用是激发人体极限，让人兴奋而感觉不到疼痛，
一般身受重伤、失血过多的人服用可以撑到等来救援，可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，这药怎么会对穆生生的怪病有效果？难道是那个药误打误撞缓解了他的病情？既然如此，洛神医不如再多配一些此药，说不定能治好他的病。殿下有所不知，这药是草民的师傅留下来的，师傅早已仙逝，草民学艺不精，还未习得配制之法。听说这药方存在于那本古书《青囊经》上，可惜此书早已失传。唉。令寻和穆生生默契地对视一眼，穆生生从枕头底下拿出那本《青囊经》，令寻接过抄本，翻开几页看了看，他竟还将这件事放在心上，这么快已经抄好了。令寻目光不自觉地在穆生生脸上停留片刻，而后才将书交给了洛清。呀，这是你要的《青囊经》抄书，本王限你7日，7日之内将药交到本王手上。殿下，请您放心，草民必竭尽所能。殿下要走了，这几日堆了不少事情还未处理，本王需要处理，你好生的歇息。殿下稍等，生生还有一事想问，我爹爹他到底现在何处？为何至今还未回京？宣武侯失踪了，本王也是今日才得到消息。什么？我爹失踪了？本王已经派了人去寻他，你只管好生的养病为主，切勿忧心。有劳殿下费心，若有我爹爹的消息，还望殿下务必告知。接下来的2日，穆生生在府上养着身子，没事的时候就做做刺绣，累了便去花园里散散心。令寻耽搁的事情太多，实在太忙了，穆生生只去书房给他送了2回安神茶，借机抱了抱他，便没再多纠缠打扰。我听说是摄政王找了个神医回府，把那丫头的命给保住了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总之明日我儿下葬，必须把他接回来。摄政王府守卫森严，连一只苍蝇也飞不进去，我们如何才能将他弄出来？哼，他本就是我镇国公府的人，我自然是正大光明的去接他。他有摄政王这个靠山，怎么可能轻易跟你走？我自有办法。次日，穆生生正在屋里挑针刺绣，忽而玄机匆匆忙忙赶来禀报：殿下传姑娘去书房，可是有何要事？是镇国公夫人亲自上门，说要接姑娘你去国公府，看她那架势，似乎有备而来。玄机领着穆生生来到书房，身子如何了？好多了。哎呀，你应该知晓了，镇国公夫人崔氏要接你走，本王不答应，她便在王府门口撒泼，说是令寻不把人交出来，他便要闹得全京城人都知道，他摄政王强抢民女，抢走了他们镇国公府的儿媳。他说要亲口问过你的意思才肯罢休，你去打发他走，可还行啊？生生这就去。你若不想走，他们奈何不了你，只需想说什么就说什么，一切由本王担着。生生知道了。生生见过镇国公夫人。穆姑娘，今日是你王夫下葬之日，该随我回国公府送行了。你毕竟是我镇国公府的儿媳，长久留在外人府上，难免惹人闲话。你放心，你既是我镇国公府的儿媳，我是不会亏待你的。我儿下葬之后，你只需为他守寡即可。若有需要，府里会请名医为你诊治。若真无力回天，也必以少夫人之礼为你风光操办。若还有其他条件，尽管提。国公夫人哪里的话，生生与2公子并未拜堂完婚，这婚事也是你们擅自更改的，国公夫人应该最清楚不过。我的未婚夫婿应是夫3公子。穆姑娘本也是将死之人，跟我2儿才是良配，何必让傅3年纪轻轻便顶着个官夫的名声，今后也不好再娶，你说是吧？生生是不会跟你去的，只等我父亲回京做主，退了这门婚事。哼，你会跟我回去的。他凑近了一些，用几乎只有2人能够听清楚的声音：你那2个陪嫁丫鬟紫苏和绿萝可都在镇国公府等着你呢，他们对你如此忠心耿耿，你可千万别让他们2人失望啊。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？崔氏早知道他会怀疑，自然是备好了信物。穆生生一眼就认出这是紫苏和绿萝的平安锁，是他们各自及笄之时，穆生生亲自让人打造了送给他们的。他想伸手去夺，崔氏却快速收回了手。你可决定了要不要随我回去？穆生生一时进退两难。看来你并不重视那2个奴婢，也不想管他们的死活。既然如此，我也不多为难，你就在这摄政王府躲着吧，我看看你能躲到几时。我这就回去告诉他们，他们的主子是缩头乌龟，只怕他们到时候心灰意冷，含恨而终。夫人且慢，怎么改变主意了？
生生可以随你走，不过摄政王收留生生这么些时日，就算要走，生生理应前去道别，再收拾一些行李。你可得谨言慎行，莫要让摄政王再费心，不然后果你是知道的。还请国公夫人稍作等候，生生去就来。随后穆生生回到摄政王书房，打发人走了。生生是来向殿下辞别的，生生要随国公夫人走了。这几日多谢殿下收留，此番恩情，生生无以为报，唯有来世再做牛做马报答。怎么可能？穆生生最怕的就是去跟镇国公府那个死人配冥婚，厉寻就是笃定穆生生肯定会拒绝，这才会同意崔氏亲口去问他。你答应随他走？穆生生点点头。穆生生，你可是仔细想清楚了，出了摄政王府的门，你再想回来可没那么容易。生生想清楚了，反正婚书还在他们手里，早晚我都要去，活着去还是死了去没什么差别。殿下再大的能耐，也庇护不了生生一辈子。谁说他庇护不了一辈子？以他厉寻的能耐，就是2辈子3辈子也不成问题。国公夫人还在等着呢，生生就此告辞。告什么辞？本王允你走了吗？先前可是你自己亲口说的，余下10日都要陪伴本王左右，怎么这么快就想食言？生生不敢食言，生生也舍不得离开殿下，只是崔氏要挟你。殿下别问了，生生不能说。殿下若是对生生还有几分情分，便放生生离去吧。今日没有本王准许，你哪也别想去。来人，去将那崔氏给本王撵走。他若是不走，便将外头所有人抓了，以扰乱治安之罪关入大牢。是。殿下不要，不要，他们会没命的。谁？是我那2个婢女，与我情同姐妹。生生也是今日才知道，继母将他们2人送去了镇国公府做陪嫁丫鬟。崔氏便是以这2人性命要挟于你，叫你跟他走。穆生生点点头。2个婢女的命有这么重要，值得你如此只身涉险，送入虎口？生命没有贵贱之分，生生在这世上没有兄弟姐妹，从小到大只有他们2人作伴，他们对我也是忠心不二。生生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死，殿下，你就让生生去救他们性命吧。明明就是想求他出手救那2个婢女，却句句不提求。这女人是越来越会拿捏他了。好，那你去吧，本王答应了。你既对他们如此情深意重，本王也不好阻拦。什么？快收拾东西走，别让人久等。那生生这就走了。穆生生硬着头皮朝门口走去。殿下，生生可真走了，可能这辈子都没机会再见了。穆生生这回真要哭了，本来还想让厉寻主动提出帮他，结果这男人完全没打算插手，还真的答应放他走。穆生生哭丧着脸，刚走到门口，眼前的场景却是整个人呆若木鸡。姑娘，你真的还活着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什么只能活到16岁都是骗人的，我家姑娘能长命100岁。你们不是在镇国公府吗？怎会在此？是这位大人将我们带来的。穆姑娘有所不知啊，今日镇国公夫人来府上叫嚣，殿下便派我去摸一摸底细。我去到镇国公府，发现他们2人被关押在柴房里，一问才知原来竟是穆姑娘的婢女，所以我就将他2人带了回来，正想询问殿下该如何处置。多谢天书大哥。误打误撞罢了，没想到能帮上穆姑娘的忙，都是殿下有先见之明啊！你们且稍后片刻，我去就回。随后穆生生进屋。怎么不走了？生生哪里舍得离开殿下，都是那妇人威胁生生，生生为了2个婢女的性命，才不得已说出那番话。殿下一定会理解生生的，对吧？厉寻板着一张脸，显然不领情。殿下喝了这杯茶，就当是一笔勾销了，好不好？厉寻瞥他一眼，轻哼一声，还是接过茶杯，仰头饮下。你先退下吧，你那2个婢女还等着你去叙旧呢。那生生先行告退。等穆生生走后，厉寻叫来天书吩咐：你去将那崔氏打发走，最好是永绝后患。永绝后患？还请殿下明示。他们不就是想找个女子来配冥婚吗？那就给他们一个。殿下，属下有个人选。谁？太皇太后送来那位苏姑娘，她已经在府上足足1月，殿下既不打算纳了她，总要找个机会打发了。我看就让苏姑娘扮成穆姑娘的模样，跟他们回镇国公府，到时候等他们发现事情已成定局，就只能认下。你去问问他是否情愿，若是他答应替婚，摄政王府今后就做他的靠山，本王也可以允他丰厚的嫁妆；若是他不愿，便另给他寻一门亲事。天书领命，当即去了后院，找到那位苏姑娘苏韵儿。得知天书的来意，只不过思虑片刻，很快就答应了。翌日，穆生生得知消息后，还暗暗感叹，可怜了那位苏姑娘，要为父2守寡。天书解释道：殿下已经许诺他守门3年之期，便可离开镇国公府。若是想再嫁，也可替他另谋良人啊。既然那苏姑娘心甘情愿，
令寻又都安排妥当，穆生生也没有什么好说的，他还得好好感谢令寻。当晚，令寻从宫里回来，穆生生又一次端着安神茶送过来。殿下，请用茶。你没在本王的茶里加什么吧？要不然，为何他每次一喝就要梦见那些扰人的东西？怎么会啊？生生还没活够呢，哪敢谋害摄政王啊？令寻正好也渴了，倒了一杯茶水饮下，喉中畅快了几分。你找本王有事？穆生生沿着桌案边一步一步走到令寻跟前，而后轻车熟路地往他怀里一坐。殿下帮了生生一个大忙，生生不必再娶冥婚，都不知该如何报答殿下才是。你能如何答谢？当然是这样如何？令寻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味，穆生生却又翻脸不认人，又一次将他抛下。穆生生，你这是在引火上身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信不信本王现在就可以要了你？生生好歹是正经侯府的嫡女，礼义廉耻还是知道的，绝不能做无媒苟合之事。更何况即使生生愿意服侍殿下，生生的病情殿下也是知道的，恐怕身子难以承受。既然知道自己身子有什么情况，便别再来招惹本王，不然的话你会死在本王的床上。毕竟是少女，哪听过那么多直白的言语，穆生生只得赶忙岔开话题。殿下，不知我爹那边可有什么消息？瞧见他整个脸蛋乃至耳朵都是粉嘟嘟的，令寻不自觉心下好笑，还以为他多游刃有余，原来什么都不懂，就是个纸老虎。已经有了眉目，你且放宽心，好生的养病。若是身子好了，等他回来瞧见也会高兴的。穆生生暗暗欣喜，已经在期待和爹爹重逢的日子了。洛神医送来的药可服用了？都已经用过了。你先回去歇着吧，本王还有事没忙完呢。穆生生点点头，乖乖退了下去。姑娘，你和摄政王这是？我爱慕他。姑娘，那可万万使不得。摄政王年纪都24了，比你大了整整8岁，而且他跟侯爷是同僚，按照辈分你都能叫他叔叔了。而且姑娘也是知道的，侯爷一向对摄政王颇有成见，定然不会答应你们的事。姑娘还是早些打消这个念头为好。摄政王几次救我性命，靠着他找的神医，我才活到今日。爹爹若是知道，肯定也会对他有所改观。姑娘该不会当真想要嫁给摄政王吧？摄政王妃高处不胜寒，可不是人人都当得的。就姑娘你这个身子骨，哪经得起他搓磨？后面的话穆生生已经听不清了，他只听见嫁给摄政王。穆生生茅塞顿开，是啊，她若是能嫁给令寻就好了，若每日与他同床共枕，穆生生只需趁着令寻睡着后偷偷亲他，续命简直轻而易举。只是他应该如何向令寻开口呢？他这副身子，那男人肯定不会答应娶她吧。穆生生闲下来，又在屋里刺绣，绣了好几日的鸳鸯荷包总算是完成了，装的一些舒缓安神的香料，等今日有机会去送给令寻。花园里那些花也都该开了吧，我们过去瞧瞧。紫苏便搀扶着穆生生，二人出了灵溪院。他就是那病秧子？不过是个病秧子罢了，估计也活不过几日了，死气沉沉的，实在晦气。我看是连郡主的半分也比不上，也不知摄政王看上他什么了。我听说摄政王找来那神医，医术高明，能让人起死回生，说不定能治好他的病呢。郡主放心，估计摄政王也只是一时怜悯，将他当个消遣的玩物罢了。郡主可是太皇太后钦定的未来摄政王妃，她哪能跟郡主你相提并论？走，我们去会一会她。站住！见了我们家郡主还不行礼问安？我家郡主可是肃宁长公主之女，先帝亲封的昭阳郡主，信不信我家郡主治你目无皇室之罪？臣女见过昭阳郡主，郡主万福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回郡主，臣女是宣武侯之女穆生生。哦，你与摄政王是何关系？为何会出现在王府呢？生生遇到危险，是摄政王出手相助，如今生生正在王府养病。哈，穆姑娘一个待字闺中的女子，这么无名无分的住在一个渭南府上养病，宣武侯府没教过你什么叫礼义廉耻吗？又或是你对摄政王有什么非分之想？我们家郡主身份高贵，跟摄政王才是天作之合。太皇太后都已经应下这门婚事，只等不日便能完婚。你一个病秧子，最好是认清自己的身份，离摄政王远些。你这样半死不活的，就是给摄政王做妾都嫌晦气。穆生生心下生疑，玄机不是说令寻许久没有谈过婚事了吗？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一个未婚妻？郡主别误会，生生与摄政王是清白的。摄政王看在与我父亲是同僚的份上，才对我多有照顾。生生也是为了求医，才不得已暂住王府。
那既然是清白的，你就立刻搬出摄政王府，今后别让本郡主再看见你。生生恕难从命，此处是摄政王府，又不是朝阳郡主府，郡主应该没有资格赶生生走。郡主是打算无视摄政王，擅作主张。穆生生，你可别怪本郡主没提醒你，若是让太皇太后知道你这丧门星纠缠摄政王不放，你可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你若肯识相些，就自请离去，本郡主尚且不与你计较。若是你还缠着摄政王不放，就别怪本郡主不留情面了。本来穆生生还想跟他争论的，可余光瞄见远处回廊上一个高大的男人身影正在靠近。生生也想走，可摄政王哪里舍得放人？他可是说没有他的允许，不准生生离开摄政王府一步，还说要与生生厮守余生呢。穆生生，你这恬不知耻的狐狸精，竟敢勾引摄政王！穆生生跌坐在地上，手背被路边的花枝划破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刚刚穆生生摔倒，袖中刚好绣好的荷包也不慎飞出。哈，就你还妄想跟摄政王鸳鸯戏水，简直就是白日做梦！他将荷包交给身旁的珍珠，珍珠跑到湖畔，便用尽全力将那荷包扔进湖水里。郡主，我家姑娘带病之身，本就时日无多，根本不会碍着你的路，你又何必如此为难？你一个奴婢，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家郡主？郡主何等身份，今日就是打死了你们，也不过按死了2条臭虫般简单。郡主，依奴婢看，咱们也不用跟他客气，直接扔出王府，叫一辆马车送回宣武侯府去，交由他们处置。你干什么？放手，别碰我家姑娘！让开！你们在作甚？参见摄政王。你没事吧？而后将他轻薄的像纸一样的身子横抱起来，就要带他离开。表哥，是他先冒犯朝阳，朝阳也只是小小教训了他一下。郡主想赶生生离开王府，生生走便是，可郡主何必要扔了生生的荷包，还让婢女打紫苏呢？臣女自认未曾得罪过郡主，郡主却步步相逼，百般刁难。生生虽身份不如郡主尊贵，可好歹也是正经侯府嫡出的，不是身子羸弱些，别男人有欺辱。你休要胡说，分明是你！够了，本王亲眼所见，你想如何狡辩？表哥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是这个女人，她都是在演戏，你千万别相信她。一个奴婢，谁跟你的胆子在摄政王府撒野的？来人，拖去杖责20。摄政王饶命，饶命！奴婢知错，奴婢不敢了。摄政王饶命！郡主救救奴婢！谢万宁顿时也慌了，呆滞在原地不知所措。还没等谢万宁做出反应，珍珠便已经被拖到了看不见的地方。紧接着一声又一声的惨叫传来，极为刺耳。20大板还没打完，那边就没了动静。转而侍从上来禀报，晕过去了，接着打完。令寻目光又落在谢婉宁身上，送朝阳郡主回府，今后若无请柬，不得再踏入摄政王府一步。说完，他便抱着穆生生离去。果然，他的苦肉计还是很有用的嘛。疼吗？穆生生刚准备摇头，哪知令寻突然将药酒倒在他的伤口上。陛下，生生好疼。别动，不然会留疤的。等一切处理好后，又问他现在如何？还是好疼，殿下帮生生止疼好不好？眼看穆生生又想亲上来，令寻早有防备，用指尖挡住他进攻的唇。上回本王怎么跟你说的？这么快就忘了？眼看马上又能续命了，嘴唇却吻到了男人2根指尖上，穆生生大失所望，只能灰溜溜的退开。朝阳郡主是殿下的未婚妻吗？本王与她只是表兄妹，并无其他。她自幼被家中娇惯坏了，行事张扬跋扈。不过你放心，今后她不能再进王府了。那殿下有没有心上人？没有。既然如此，殿下看生生如何？令寻看着他，渐渐皱眉，还是想说那句话，除了美貌一无是处。殿下是知道的，生生一心爱慕殿下，临死前别无所求，唯一的心愿便是能嫁给殿下为妻。反正生生时日无多，待我死后，殿下再另娶他人便是。而且殿下若是愿意娶了生生，还能让生生混个王妃的牌位，等我死后还可以进皇室宗祠，这辈子也算是死而无憾了。令寻越听越觉得刺耳，这女人是在安排他的身后事，如今不能去傅家的祠堂，竟然惦记起他摄政王妃的牌位，还想进皇室宗祠。穆生生，你先活下来再说吧，本王不想做官夫。这2日你可有身子哪里不适？要不要让洛神医来替你号号脉？穆生生暗想，让洛神医来号脉，岂不是就暴露他身体莫名好转，活命时间变长了的事儿吗？不行，他不想被烧死。洛神医还忙着制药，就别打扰他了。我也没有哪里不适，就是
总想吃东西。你想吃什么？本王让人去给你弄。我想吃。木生生如饥似渴的目光落在男人那抹薄唇上，咽了口唾沫，意识到自己好像被调戏了。令寻瞬间黑了脸。木生生，生生只是太喜欢殿下，所以才总想着与殿下亲近，不然等我死后也就没有机会了。殿下若是厌恶，生生今后再也不敢冒犯。最后一次，随后便瞥向木生生，快速抽身，头也不回离去。生命跟着又加了5天，总共有20天了。令寻回屋，没有急着用晚膳，也没有忙着批改公文，而是先叫了水，要沐浴，将一切看在眼里的天收在屋顶上叹息连连，让你死鸭子嘴硬。看吧，又要自己泡冰水了。眼看洛神医所说的10天8天的期限快到了，木生生随时可能再次犯病，可那药丸到现在还没能配置出来。次日，令寻亲自找到洛清，催促此事。殿下，这药草民已经按药方治好了，只是现在有一个问题。有何问题你直说，本王可想法子解决。我那些药材耗尽，也只做出这么1粒，没法试药，也没办法重做，除非找到更多的药材。可现在时间又来不及了。总之，你尽快的配置出1粒药，需要什么药材记下来，本王立即派人去寻。是。在绣什么呢？生生的荷包被朝阳郡主扔进了湖里，正打算重新绣一个。本王的人从湖里捞出来的，可是你的东西。多谢殿下，今后可看好些。其实这是生生亲手所绣，打算送给殿下的定情信物，还请殿下务必收下。不等他动作，木生生已经将荷包给他系到了腰带上。等生生死后，这荷包便可以代替生生，一直陪在殿下身边。别总咒自己，洛神医会治好你的。算算日子，这2日你恐怕又快发病了。这是洛神医为你配制的药，仅此1粒，也没时间试药了。你若服下，还不知会有何成效。木生生倒是不担心，不就是试药吗？反正毒不死他就行。令寻还想说什么，已经来不及了。等了好半晌，感觉如何？殿下，这药吃了也没有那么快起效。殿下要是想知道有没有用，不如今晚就留下来陪生生。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令人不齿。又不是没有共处一室过，殿下倒是现在想起来令人不齿了。上回那是你情况危急，本王不得已而为之的。反正生生都在殿下府上住了这么久，外头早就传得不成样子了。殿下若当真顾及生生的名节清誉，就应当对生生负责，才能堵住那些人的嘴，莫要让生生死后还要背负骂名。木生生，当初是你求着本王收留，还赖在王府不走，现在怪本王不顾及你的名节清誉。既然你怕毁了你的名誉，现在便可收拾东西搬出王府，没人拦着你。殿下又要赶生生走？本王不是那个意思。就是那个意思。殿下果然与朝阳郡主才是一条心，你们都要赶生生走。那生生现在就收拾东西回宣武侯府好了，反正冥婚那时逃过之后，生生也再没有借口继续死皮赖脸的住在王府，名不正言不顺。说着，木生生就要去收拾东西。木生生，你若觉得住在我摄政王府名不正言不顺，住得不安心的话，怕是招人闲话。本王明日便对外宣称你是本王的义妹，谁再敢说你的是非，本王便撕烂他的嘴。殿下的妹妹贵为公主，生生哪里敢做殿下的义妹，跟她平起平坐？再说了，你见过哪个义兄和义妹吃嘴子的吗？这小东西能不能别再口无遮拦了？本王是说对外宣称，而且生生与当今圣上同岁，殿下与我爹是同辈，就算要宣称，也应该宣称殿下与我爹是义兄弟，生生是你的干侄女，对吧？摄政王叔叔。木生生，木生生看把他气成这样，心里总算是舒坦了几分。生生累了，需要休息，摄政王叔叔请回吧。令寻站在原地，回想起上次木生生发病的模样，令寻终究还是决定留下来，并且以防万一，把洛清等人都召唤到门口候着。今夜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已经到了用膳时间，木生生还闷在里屋不肯出来。令寻示意紫苏去赶木生生出来用膳。我不饿。哼，不吃就饿着。随后便自顾自把晚膳吃了。碗筷撤走之后，令寻又叫人取来公文，在外屋桌案上批阅起来。木生生缩在里屋床榻上等了许久，令寻好像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难道是打算今晚留下来？木生生不想出去跟他照面，可是在屋里躲得太久了，有些尿急，必须出去解手。先前令寻在木生生房里守的那2晚，就只是在桌案上趴着眯了一会儿，今日却打算在这里睡觉。他不是说孤男寡女不能共处一室吗？看起来也没把自己当外人嘛。哼，假正经。去哪儿？去解手。怎么，摄政王叔叔想送我去？令寻越听越觉得刺耳，能不能别叫他叔叔？他哪有那么老？
等穆生生举着刚擦干的手回屋之时，厉寻埋着头，故作认真的批阅公文，都没抬头看他一眼。穆生生径直走到他面前，却也没跟他说话，只是倒了一杯水喝下，又拿了几个点心，转身进了里屋。之后两人一个在外屋批阅文书，看似聚精会神，却时不时抬起头望向里屋，心不在焉；另一个则躲在床上，把软枕当成厉寻，一巴掌一巴掌的扇上去。臭男人，要不是为了续命，他才不会卑微作践自己去讨好他呢。殿下，这是洛神医新给姑娘开的药。放下吧。厉寻端着托盘进到里屋。别装了，起来喝药。被拆穿的穆生生只好睁开眼，翻身坐起。穆生生幽怨地看了男人一眼，又瞥了一眼那黑漆漆的难闻汤药，顿时不情愿地别开了脸。穆生生，本王都已经留下来陪你了，你适可而止。摄政王叔叔还是早些回屋歇着吧，生生不用你陪，孤男寡女共处一室，传出去会令人不齿。本王一再让步，你非得惹本王生气吗？穆生生扬着下巴哼了一声，二人对峙好半晌，谁也不肯让步。好半晌，厉寻才叹息一声：好了，你若不愿让本王宣称与你是义兄妹关系，本王不说便是。你先把药喝了。那我们是什么关系？厉寻噎住，思来想去也不知该如何作答，就怕答错了他还要继续怄气。穆生生知道是时候给他个台阶下了。殿下，生生只是想有个名分，光明正大的住在摄政王府。生生知道摄政王妃关乎国家社稷，非同儿戏，殿下也没法轻易决断，但是让生生做侧妃也是可以的。生生对殿下一片痴心，难道殿下当真忍心让生生含恨而终吗？一切等宣武侯回京再说，好吗？先把药喝了。我可以不喝吗？这是洛清按照青囊精新给你配的药方，良药苦口，你先喝了，吃点橘子就好了。为了吃橘子，穆生生心下一横，将一整碗药一饮而下。厉寻还在暗暗惊讶，瞧见他招手才回过神，递上橘子。穆生生迫不及待地剥开橘子，塞了一片进嘴里。好吃。厉寻一向对吃食没什么欲望，只要能够果腹就行，可能有点不理解为何穆生生吃个橘子都能开心成这样。殿下也尝尝。厉寻正想说他不吃，可刚张口，穆生生就趁机将橘子塞进他嘴里。好酸，这到底哪里好吃了？看男人酸的五官都皱到了一起，穆生生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笑得花枝乱颤的，有种幸灾乐祸的味道。男人愣愣地看着他的笑颜，心里升起一股暖意。饿吗？穆生生摇头。那身上可有异样？其实穆生生刚刚躲在屋里怄气的时候，药丸早已经起效了，跟与厉寻亲近时候极为相似，可很奇怪，生命天数并没有因此增加。洗漱完了，熄灯躺下之后，穆生生还在翻来覆去，反复琢磨这件事。他意识到自己能活多久，似乎并非药物能够控制的，而是别的什么神奇力量在操控。只有跟厉寻亲近，才能让他续命。不管吃什么药，或许能让他身体好转，却并不能让他活得更长久。不知不觉，夜已经很深了。厉寻忙完公务，也熄灯睡下。穆生生躺在床上，早就困倦不堪，却还是努力撑着眼皮，保持清醒。他不能睡，他还等着厉寻睡着了，才好过去偷摸亲他呢。又等了许久，外屋一直没有声音，估摸着厉寻也早就应该熟睡过去。穆生生轻车熟路，伸长脖子，撅着樱桃小嘴，将嘴唇落到他的嘴唇上，直到吸取了足够的精气，长到了5天的时间，穆生生才心满意足地退开。只是嘴唇刚刚分离的一瞬间，突然黑暗中一只手掐住他的后脖梗，将他勾了回去。穆生生，你在做什么？穆生生恨不得地上有个缝钻进去。穆生生，你如此放肆，可是把本王说的话当耳旁风了。生生不敢。不敢？偷亲本王你都敢，还有什么是你不敢的？哼，你还没体验过男女之事吧？就这么死了也会抱憾终身，不如本王今夜就帮帮你，也算是让你圆满了。殿下，生生身子还不行。想要的是你，不要的也是你。穆生生，本王早就警告过你，别招惹本王，是你不听的。你不是想做本王的侧妃吗？今日本王便随了你，明日便禀明太皇太后，册封你为本王的侧妃，如你所愿。殿下，生生错了，生生再也不敢了。突然间，腹部一阵剧痛传来，额上冷汗直冒。糟了，怎么肚子突然这么疼？难道今日吃错了什么东西？殿下，生生的肚子好痛。厉寻反应过来，他莫不是又犯病了？来人！众人正在打盹儿，听见厉寻的声音，所有人瞬间睡意全无，一拥而入。厉寻担忧地注视着穆生生，又看向正在把脉的洛清。怎么样？可是又犯病了？殿下，穆姑娘这是中毒的迹象，可有法子解毒？洛清都抽不出时间答话，他飞快地从药箱里拿出一把银针和一堆药粉药丸，
立即着手为穆生生解毒。一切做完，已经是半个时辰之后。情况如何？还好发现及时，要不然神仙难救啊！留穆生生独自在屋内床上躺着，令寻等人都退到了外屋说话。穆姑娘服下解药，已无大碍，只是太困睡着了而已。不但如此，骆某看她这病似乎也有了起色。她如何中毒的？知不知穆姑娘今日都吃了些什么？她吃了你给的药丸和汤药，还有橘子之类的一些食物。骆某的药绝对没有问题，就算对她的病没有成效，却也不可能害她中毒毙命啊！给本王调查清楚。属下领命。当即就下令封锁王府，调查所有人士。这边洛清亲自检查了今日穆生生吃的2种药，药丸肯定是没问题，只有洛清和令寻2人经手过，而且已经吃下许久，要发作早就发作了。至于晚上才喝的那碗汤药，紫苏把药渣拿过来给洛清查看，洛清立即就看出了问题所在。殿下，这副药有问题。骆某原本开的药是乌头，炮制过的乌头本没有太大毒性，可有人在里头又加了一味贝母，它与乌头相冲，形成剧毒，险些害了穆姑娘性命。寻常人并不知晓这些，此下毒之人应是通晓医术的。天书办事效率还是有的。令寻和洛清这边刚说完话，那边天书已经押着一个人回来禀报。启禀殿下，这人大半夜鬼鬼祟祟，想从后门出去，被下面的人捉住了，不知该如何处置。押入地牢，本王要亲自审问。是。别送我去那里，我什么都交代，我什么都说呀。庭院内，仆人抬来太师椅，令寻端坐在上。草民也是被逼的，他们拿我妻儿生命威胁，让我给那病秧子药里动手脚，好叫他死得神不知鬼不觉。这草民也是不得已为之的，摄政王饶命啊！说是谁人指使你的？草民真的不知道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给我的银子也都是换好的，想来一开始就防着草民，草民也无从知晓他们的身份啊。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！哎呀，草民真的是什么都说了，大人饶命啊，饶命！很明显，幕后之人很谨慎，没留下一点痕迹，估摸着也问不出什么。天书只好派人将他拖进地牢，再行用刑。得知幕后黑手是冲着穆生生来的，令寻心下已经有了怀疑的人选。天书听闻令寻怀疑是朝阳郡主，却是微微摇了摇头。殿下，属下听说朝阳郡主那日在我们王府闹出事端，回去之后便被萧宁长公主罚了禁足1月。这事就算是朝阳郡主的意思，恐怕也不是她着手办的。派人去盯着，看谢婉宁近来都接触了一些什么人。天书领命离去，事情安置好，已是黎明破晓时候。殿下，殿下不要，不要！生生会死的，不要！这是梦见他强迫他。令寻本也没打算强迫穆生生做什么，甚至即使是穆生生愿意，他还不答应呢。毕竟他的身子脆弱不堪，从灵溪院出来之后要进宫上朝去了。临行前刚上马车，天书急匆匆赶过来，便将几页供词交到了令寻手里。殿下，人已经捉到，也招供了，这是供词。令寻一看这供词，脸色更加阴沉的可怕。果然就是谢婉宁指使他人所为。一早朝堂上，满朝文武人心惶惶，如履薄冰。大家都看出来了，今日摄政王心情不太好，尽是给他们找麻烦挑错处。已经好几位官员遭了殃，轻则被贬下放，重则罢黜流放。就连当今圣上也因为最近功课学得不好，被摄政王单独留下来，好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。下朝后，令寻便径直去到了太皇太后坤和宫里拜见。你也别将一切的重担揽在肩上，太过劳累，累坏了身子。皇帝他年纪也不小了，可为你分忧几分。哀家听说苏燕儿又被你给打发走了，不是哀家说你年纪也不小了，婚事始终是头等大事，莫要再继续耽搁了，争取在年前定下来，也好早些为皇室开枝散叶。哀家看朝阳一直对你痴心一片，扬言非你不嫁，想来对你也是真心实意的，你就莫要再耽搁，辜负他了。哀家已经做主答应了这门亲事，
你看看什么时候有空，将素宁叫到一起，我们再仔细商量一下婚事。儿臣确实有些事想找素宁大公主商量，不如母后现在就将她请进宫来。半个时辰之后，素宁大长公主蔺清微来到了坤和宫。也不知太皇太后和摄政王传唤素宁，所谓何事？看来大长公主还被蒙在鼓里。摄政王所为何意？昨夜有人在摄政王府里投毒，那人已经供出是素宁大长公主府上的人收买他干的。怎么可能？摄政王休要血口喷人，素宁与你往日无怨，近日无仇，怎可能谋害皇族？还请摄政王务必彻查，还朝阳清白。是大长公主府上的人收买本王府上的大夫，往本王的药里下毒，这2人已被拘押，这是他们的供词，指认的是朝阳郡主。朝阳犯下如此大罪，大长公主身为母亲，是否应与她同罪？太监接过蔺寻手里举着的供词，先是呈给太皇太后过目。朝阳确实太不像话了。朝阳一直在禁足，此事绝非他指使，定是那奴婢擅作主张。太皇太后，朝阳是您看着长大的，绝不会投毒，可不能将他交给大理寺啊。摄政王既然并无伤亡，不如就得饶人处且饶人。母后觉得应当如何处置？不如就送去庄子上反省思过。他就是被这样惯坏的，今日敢在王府投毒，再不严惩，今后还不知闯出什么祸来。那你想如何惩戒？朝阳郡主罚俸1年，贬至封地朝阳郡，永世不得回京。朝阳虽犯了错，可罪不至此。就算不念朝阳对你一片痴心，她也是你表妹，看在我的颜面上，何至于罚这么重？那病秧子不是毫发无损吗？本王从未说过毒是投给谁的，姑姑怎会知道？看来你也并非不知情。大长公主浑身一震，霎时面色铁青。原来女儿所作所为，她多少知情。以往几次害人，都是她帮忙善后压下，此次也未阻止，以为能像从前一样遮掩，却没料到摄政王动作如此之快。素宁，你知道这事儿，还由着朝阳胡作非为，岂有此理！亏得哀家还替你们母女说话，你们这是想气死哀家！太皇太后，朝阳他是不懂事了些，可也是情有可原的，还请太皇太后开恩，摄政王开恩，别将他送去朝阳郡那等偏远的地方。他自幼娇生惯养习惯了，去了穷乡僻壤之地，如何生活？哼，被他所害之人不知几何，本王多次不曾追究，他却不知收敛，屡次三番。今日本王已经是顾及颜面旧情，不然便会将他剥夺封号，贬为庶人，再流放千里。当初庶宁的夫君便是宫乱时为了救陛下而死的，现在素宁只有这个女儿了，离开素宁他可怎么活啊？摄政王就算不顾及素宁的面子，可我那王夫……若不是先丞相的大义之举，也没有你长公主府如今的昌荣盛宠。若他在世，也绝不会任由你们母女为非作歹。蔺清微一听，现在连搬出王府也不好使了。长公主是想体面的送她走，还是让本王亲自派人护送？不必劳烦摄政王，是素宁教女无方，回去定然按照摄政王的意思，将赵阳送至封地，让他吃吃苦头，受受教训，希望能够改过自新。限今日之内。朝阳还需要收拾收拾行李，我还有许多话要跟他交代，今日就走是不是太着急了？是今日就走，长公主要是人手不够，本王可派人相助。是，素宁今日天黑之前电送朝阳出城。长公主府上，谢婉宁还在屋里焦急地来回踱步，砰的一声，房门被人推开。娘亲，你今日怎么有空过来看女儿了？哪知蔺清微进屋却是横眉怒目，抬起衣袖，啪的一巴掌打在了谢婉宁的脸上。母亲为何打女儿？逆女，你还好意思问？看你干的好事，我不是早就提醒过你吗？别去碰那个病秧子，更别去惹蔺寻。你竟然还敢手伸进摄政王府投毒，你也太胆大包天了吧！现在好了，蔺寻查到你头上，现在要将你贬到封地，永世不得回京，且现在立马就启程。娘亲，我们都是母女俩相依为命的，我不要去封地，我要跟娘亲你在一起，我不要去那种地方。娘亲你帮帮我，难道你忍心女儿过去受苦吗？我舍不得也没办法，蔺寻做的决定一向没人能够左右。你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准备出城，蔺寻还在看着呢，天黑了还没有走，他的人就来送你走。表哥怎么如此狠心，让我去那种地方，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为今之计，也只有你先忍辱负重，去那边待一阵子，等今后为娘再想办法把你弄回来。你既喜欢那蔺寻，待娘亲夺得大权，定将他挑断手筋脚筋，扔到你面前，任由你玩弄。娘亲，女儿可以忍辱负重，不过娘亲一定要答应女儿，将木生生的丧门星碎尸万段。我只有等到娘亲的好消息，
在那边住着才能安心。你放心，不用你说，为娘也不会留他。只不过他一直躲在摄政王府不出来，有令寻庇护着，想下手还需要从长计议。姑娘，你可好些了吗？就是头晕，使不上力气，别的倒没什么。紫苏给穆生生讲述了昨夜他昏过去以后的事，还好洛神医救了他一命，好歹没扣天数。绿萝通知了洛神医，洛神医匆匆赶来为穆生生把脉看诊，确定无碍，才露出笑意。穆姑娘吉人天相，身体已无大碍，只是虚弱了些，今后正常服药即可。穆姑娘放心，这回洛某必定亲自监督，不会再叫任何人有可乘之机。生生绝非信不过洛神医，只是洛神医下回开的药能不能稍微好喝一些？哎呀，这药哪有好喝的，总不能弄成水果味吧？真的可以吗？那我想要橘子味儿。洛某只是说笑，穆姑娘不会当真了吧？二人正在说笑，突然感觉一道寒光袭来，紧接着门口传来一声轻咳。本王来的不是时候。曹明参见摄政王。他情况如何？这毒已经解了，只是需要休养几日恢复一下。另外，须是昨日服用那药丸的作用，穆姑娘的病情稳定了许多，一时半会儿没有犯病的迹象。如此，洛某也有时间寻药制药。这里没你的事了。洛清识相的赶忙告退离去，令群缓步走到穆生生床边。可好些了？生生已经好多了，多谢殿下关心。谢婉宁已经被本王送离京城，再不能加害于你。今后你只管安心休养，想吃什么用什么，尽管吩咐下去。毕竟你遭此劫难，都是被本王连累的。说到吃什么用什么，穆生生这才感觉到腹中空空。去拿些吃的来。很快紫苏便端着粥进来，很自然的就送到了令寻手里，然后退了出去。令寻先愣了愣，这个紫苏不伺候穆生生喝粥，难道是要他来喂？起来喝点粥吧。穆生生倒是想起来，一阵头晕目眩，又倒了下去。生生头晕，使不上力气，殿下可以帮帮我吗？令寻只好将粥碗放在床边，然后过来坐在床沿。他一只胳膊揽过穆生生的肩膀，轻易的就将他从床上扶着坐起。穆生生顺势就瘫软的倒进男人怀里。不行，生生的头好晕，好难受。看似痛苦呻吟，实则感觉到男人怀里那股力量。穆生生已经精力大涨，一眼就识破他又是装的。穆生生，你到底是想吃饭，还是想占本王的便宜？殿下误会了，生生不是为了占殿下便宜，是当真难受。不过方才缓了缓，现在已经好些了。令寻一手扶着他的肩，另一手取来粥递给他。穆生生接过碗，用勺子一勺一勺地喂进自己嘴里，大概觉得令寻坐在旁边干巴巴盯着他看，有点不自在，舀了一勺粥递给他，习惯性的分享。殿下想喝吗？令寻别开脸，他吃过有口水，不想喝。不过转念一想，好像亲嘴的时候他都已经不知道吃了他多少口水了。回想起他唇齿间的气息，不禁目光落在他的唇瓣上，回想那个时候没做完的事，男人唇舌发干，原本早已压下去的无形火焰又在死灰复燃。发现令寻眼也不眨地盯着自己看。生生的脸上有东西吗？你好生的休息，本王还有事，改日再来看你。随后扶着他躺下，再换来紫苏伺候，就此离去。从灵溪院出来，吹着外头的冷风，令寻深深吸了好几口凉气。接下来几日，穆生生躺在床上养病，令寻也来看过他2回，只是没有说上2句话。穆生生更没来得及跟他亲近，男人便赶时间匆匆离开。这日下朝后，令寻没有在宫里多逗留，正要打道回府，却被一个少年拦住了去路。陛下这是？许久没去皇叔府上坐坐了，正好今日那些功课太傅说的不明不白，便想劳烦皇叔为朕解惑。皇帝年纪小些的时候跟令寻关系甚好，经常出入摄政王府，后来长大了，关系渐渐生疏，才不怎么去了。今日他突然提出要去王府，令寻暗暗起疑，莫不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吧？难道是冲着穆生生来的？穆生生精神稍微好些了，听闻令寻下朝回府，几天没续命了，急需吸取男人身上那股力量，好好滋润一下才行。今日他势在必得。把上回让你准备的桂花酿拿出来。梳妆整理一番，穆生生便拿着这壶桂花酿，即刻动身去了文渊阁。来到文渊阁门外，就见今日书房外一与往常的守卫森严，天书将穆生生拦在门外。穆姑娘，摄政王在接待贵宾，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天书大哥，
生生亲自酿了桂花酿，想要亲手交给摄政王，不知可否劳烦通禀一声。美人楚楚可怜的请求，连摄政王那种神仙都无法拒绝，天书一个凡人又如何忍心拒绝？他鬼使神差地答应下来。是木姑娘给殿下送来了桂花酿，想亲手交给殿下。叫他先回去，本王回头再去找他。皇叔，不如就请他进来吧，朕也想尝尝这桂花酿味道如何。不过是小女儿家粗制滥造，不成体统，怕是陛下喝了有伤龙体。传他进来。天书看了令寻的眼色，令寻只好合眼表示许可。正好令寻也想知道皇帝今日这般反常举动到底有何目的。生生参见摄政王。至于那位贵客，他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，只是朝他略微屈膝行礼。皇帝一瞧见穆生生，视线便定格在了他身上，一时竟看得出了神。先前朕就听闻宣武侯之女在皇叔府上暂住，今日一见，果真是个妙人呐，难怪能让皇叔如此袒护。臣女参见陛下。平身吧，穆姑娘患病虚弱，今后见了朕不必行如此大礼，免得累着了，皇叔该要心疼了。陛下切莫误会，穆姑娘只是为了求医养病，借住王府，是经过宣武侯夫人应允的。待宣武侯回京，自会接她回去。当初冥婚的事情解决之后，穆生生要继续住在摄政王府，令寻便派人回宣武侯府，给他那个继母林氏知会了一声，说是穆生生要继续在王府养病。林氏哪得罪得起令寻那等大人物，只能笑着答应。这么说，皇叔跟穆姑娘清清白白，并没有传闻那种关系。外头都说摄政王在府上金屋藏娇，养了个禁鸾，还是个半死不活的病秧子。那些都是流言蜚语，陛下切莫信以为真。臣与穆姑娘行得端坐得正，并未有逾越之举。不知为何，明明知道令寻不会承认他们二人有什么关系，穆生生依旧略微有些失望。皇帝听后却是似乎松了一口气。那朕就放心了。他放心了？他放心什么？穆生生偷瞄一眼小皇帝，总觉得这少年笑起来虽然好看，却莫名让人觉得毛骨悚然。令寻渐渐眉头紧锁，手中一颗棋子重重敲在棋盘上，顺势转移了话题。该陛下出棋了。皇帝也取了一颗棋子落下，明明是在下棋，目光却总是朝着穆生生身上看去，很快就分出了胜负。承让。朕怎么也赢不过皇叔，实在没劲，不下了。时辰不早，朕也应该回宫了，下回再来仔细向皇叔讨教棋艺吧。说着他就要迈步离去，可走到穆生生面前却是顿住脚步，目光悠悠近距离地盯着穆生生看。朕还不曾尝过这小女儿家自己酿的酒是什么滋味，不如这壶桂花酿便赠与朕当见面礼吧。多谢了，朕会拿回去好好品尝。酒被皇帝抢走了。殿下，我屋里还有2壶，这就让子苏去取来。令寻也没阻拦，任由他去了。两人等着酒的间隙，闲着也是闲着。令寻突然指着面前的棋盘问穆生生：“可会下棋？”“略懂一二。”这是穆生生谦虚的说法了。其实下棋他还是有一手的。殿下，不如我们来赌一局棋。哼，赌什么？要是生生赢了，殿下就让生生亲一口，好不好？小丫头片子，还想跟本王赌棋，口气倒是不小嘛。哼。那若是本王赢了呢？穆生生古灵精怪地笑了。那生生也让殿下亲一下。令寻感觉好像又被调戏了，瞧见男人冷下了脸，穆生生赶紧改口：“反正生生若是输了，任由殿下处置便是，绝无怨言。”“好啊，那就赌。”现在令寻已经开始在想，等赢了之后应该如何惩罚穆生生了。他那么喜欢和他亲嘴，那不如就罚他给嘴巴贴上封条，不许亲他。想到穆生生嘴巴贴着封条，亲不到他干着急的模样，令寻不禁嘴角勾起。殿下请。本王让你9子，到时候输了可别说本王欺负你。那生生就多谢殿下礼让。想到马上就可以亲到嘴，获得力量，穆生生现在就咽了一口唾沫，有点迫不及待了。然后毫不客气地连下9子。刚开始穆生生落子随意，没有章法，乱七八糟。令寻都在想他到底会不会下棋啊。不过渐渐的，随着棋盘上棋子变多，令寻的表情也逐渐凝重，直到最后男人彻底笑不出来了。棋盘上看似无关紧要的黑子，竟是四处暗藏玄机，无数陷阱引他入局。最终胜负已定，令寻再怎么厉害也无力回天，只能黑着脸放下手中的棋，认输。你赢了，是本王太大意了。殿下输了，是不是可以让生生亲了？愿赌服输。穆生生凑上去，坐进他怀里，只需一抱，
便已然将昨日扣掉的一天追回，一只手扶着男人的脸庞，扬起下巴，闭着双眼，便凑上去亲吻在了他的唇上。很快，前几日失去的5天也长了回来。目的达到，穆生生也没多做留恋，立马就退了开去。令寻喘出粗重的鼻息，一把将穆生生拉回来，并非因为不舍，而是心有不甘。再来下一局。穆生生满足之后，已然兴致寡淡，反正再亲也不长时间了，他可懒得费那个劲儿。生生倒是想再陪殿下再下一局，可是刚刚下了这么久的棋，实在是累了，身子有些受不了，还需赶紧回去歇着。不如我们还是明天再下吧，可好？那好，等明日本王回来找你。那生生就先告退了。送走穆生生之后，只留下令寻，取来穆生生拿来的桂花酿，倒了一杯。一入口，没想到品尝起来味道竟然还不错。突然想到被小皇帝拿走一壶，令寻又有些不痛快。殿下，圣上这几次总来府上，莫不是冲着穆姑娘来的吧？刚开始他们也不知小皇帝这葫芦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，现在仔细一想，他今日看穆生生那种眼神，他的目的显然就是穆生生。天书不知想起什么，突然惶恐不已。不知殿下可还记得当年那只小狐狸吗？有一次大雪封山，令寻骑马路过时，碰见一只雪狐中了猎人的陷阱，死在雪地里。旁边留着只幼狐，瑟瑟发抖地蜷缩在母亲怀里。令寻顺手把那只小狐狸卷在披风里带回府上。小狐狸很黏令寻，吃喝睡觉都跟着他，若是他出门了，也会耐心地在门口等待。直到有一次令恒来王府玩耍，令寻和天书发现之时，可怕的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令恒满身满手都是鲜血，手里还攥着一把小刀，已经是将那只狐狸的皮都给活活剥了下来。直到令寻见时，那狐狸都还没断气。皇叔，这畜生敢有朕，朕要把他的皮做围脖。直到现在，每年到了冬天，令恒还会拿那条狐裘围脖出来戴上，在令寻面前晃来晃去，似是在耀武扬威一般。本王不会由他胡来。当天夜里，令恒躺在床上睡觉之时，身边就放着那条雪白的狐裘围脖。他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柔软光滑的皮毛，很是满足享受模样。突然就灵机一动，想到不知人皮做成垫子躺上去是何等感受。少女看上去那般细皮嫩肉的，若是剥下来做成人皮垫子躺在上面睡觉，应该会舒服至极吧。他突然坐起身来，似乎找到了新玩具。次日，令寻一下朝便传穆生生到书房下棋。殿下要跟生生下棋，那还是昨日的规矩，若是生生赢了。行了，本王知道，开始吧。昨日是本王掉以轻心，今日重新下过，定不会重蹈覆辙。本王还是让你九子，来吧。昨日都是生生运气好，稀里糊涂赢了一局，今日定是敌不过殿下的，只求到时候殿下惩罚生生时一定要倾斜。可一局下来，令寻却出乎意料，眉头紧锁。殿下，生生这是又一不小心赢了吗？随后穆生生一扭身子，毫不客气地熟练地坐进男人怀里。殿下怎么又让生生赢啊？是不是也想让生生亲啊？昨日输了，或许是因为令寻太轻敌，今日他可是全力以赴，却还是输给了穆生生，已是毫无怨言。而且根据这2日的对弈，令寻已经对穆生生的棋艺有了一定的了解，他想赢穆生生，让九子是绝对没有希望的。穆生生，我们再下一局。殿下知道生生的规矩，一天只下一局，多了身子不允许。殿下若是还想下，只能明日再来。说完，手已经攀上了男人的脖子。穆生生的亲吻很简单，其实相当于只是单纯的嘴唇贴合，没有多余的动作，停留的直到他看见生命长了5天才退开。接下来几日，令寻屡战屡败，连战了穆生生5回，因为拉不下脸来，每次都依旧让他九子，以至于输了整整5天。穆生生亲了他5回，直接爽加25天的生命。他要是早知道这么简单，一开始就跟令寻赌棋好了。第6日，令寻从宫里回来，照例唤穆生生去文渊阁下棋。来吧，老规矩。这男人胜负欲很强，老惦记着想赢他，都让他寻思着是不是应该让他也赢一回。毕竟他也很好奇，不知令寻若是赢了棋，到底打算如何惩罚他呢？反正他都想好了，到时候如果输了，惩罚难以接受的话，他就假装身子不适，然后耍赖。想到自己怎么也不会吃亏的完美计划，穆生生得意地勾起嘴角。殿下，生生也不想老占你便宜，不如今日殿下就别让棋了，我们来公平对弈一局，如何？那好，今日本王最后一次让你，
今后就公平对局。穆生生突然想堵住自己的嘴巴，他多那个嘴干嘛？令寻要是不让他还能下得过吗？两人还是按照之前的规矩，令寻又让了9子，明显能感觉到苦苦钻研几日，今日令寻似乎有所顿悟。穆生生冒着冷汗，为了那5天的命，绞尽脑汁，最后终于灵机一动，奇出险招，落下最关键的一子。令寻蹙着眉，极为惋惜地轻叹一声：你又赢了。殿下承让了。令寻唇角不易察觉地勾起，穆生生依旧如先前那般欢欢喜喜起身上前，轻松熟练地亲了令寻片刻，眼看着得到5天的生命之后，这才退开。就在撩完就想走之时，令寻突然拽着他的胳膊，将他拉回了怀里。穆生生，你每日都亲本王，这技术还这么差，一点长进都没有。今日就让本王好好的教教你该如何亲嘴。殿下，生生身子不适，想回去休息了。哼，想走可没那么容易。这女人每次聊完就想跑，总觉得好像把她当成什么工具人，达到目的之后就失去了兴趣，甚至有点不耐烦的样子。她是什么很贱的人吗？随意让她这么玩弄。她用了极大的耐心，亲吻认真而又细致。穆生生一开始还不情不愿的，可贴在一起的嘴唇，源源不断的那股神奇的神明之力传来，似乎带着无形的吸引力，让他难以抗拒，所以很快就心甘情愿地接受。让他感到惊讶万分的是，先前虽然已经增加过5天的生命，却还在持续增加，一直加到了10天之久，所剩生命直接达到了2个月。他这也是才知道，原来并不是5天封顶，而是可以持续增加。或许有更亲密的接触，还会加得更多的时间。这么算起来，他想要活50年，若是每次都按照这种程度，根本用不上10年。每次能爽加10天的话，跟着男人更亲热一些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片刻后，令寻松开他一些。如何？穆生生上气不接下气，红着脸没好意思回答，却已经是心跳剧烈，按捺不住想要继续亲他，看看还能不能继续增加时间。也不说话，他的双臂攀上了男人的脖子，将他拉了回来。穆生生，想取悦本王便好好学着。直到不能呼吸，令寻才停了下来，二人分开。学会了吗？还要不要本王再教你一遍？经过刚才，穆生生已经发现增长10天之后再亲就不能再增加了。根据他猜测，应该是亲吻可以增加5天，深吻能够增加10天。一想到这里，穆生生便又充满了干劲儿。不要了，殿下，生生太累了。知道今后应该怎么做了吗？生生知道了。等他明天再找机会试试吧。为了能增加更多生命，或许他再多费点心思讨好取悦这个男人也不是不行。突然敲门声响起。殿下，圣上来了，属下没拦住。令寻却是眉头皱紧，眼前不自觉浮现那只小狐狸被活生生剥掉皮毛，浑身是血，被虐杀的画面。他立即抱着穆生生起身，将他送到阁楼上。别出声，你也不想让别人看见我们这样吧？穆生生脸上潮红未退，头发也散乱下来，让外人瞧见，估计还以为他们刚做完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呢。脚步声远去，片刻后，就听屋外皇帝的声音响起。朕今日带了一壶好酒，想与皇叔一起对饮品鉴。皇叔，你在书房吗？朕可要进来了。令恒几乎是一路从王府大门口闯进了书房，推开门进入书房的一瞬间，令恒对气味极其敏锐，立即嗅到了那少女的特殊体香。难道说她就在这里？令恒带着笑意四下寻找，嘴里唤着：皇叔，你在哪啊？他看似是在找寻令寻的身影，其实是在找几日前那抹少女的倩影。这几日他可是想得好苦呢，日日夜夜都想着应该如何把她从令寻身边夺走，然后变成躺在他身下的人皮垫子。陛下不必大呼小叫的，臣在此。回首看去，令寻正一步一步从阁楼上走下来。皇叔这大白天的关着书房门，还不让朕进来，朕还以为皇叔在这里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。陛下乃是一国之君，还望谨言慎行。皇叔，上回朕拿了穆姑娘1壶酒，今日特意过来还1壶给她，不知皇叔可否请她过来一趟？她身子不好，正在休养，陛下的赏赐放在此处即可，臣稍后会让人转交给她。这可是朕亲自为穆姑娘调配的，名为美人香，便是特意加了黄木香花调配而成的。那花的香味跟穆姑娘身上的味道一样，又香又甜的。陛下，男女有别，您这话叫人听见的话，成何体统啊？皇叔又不是外人，实不相瞒，自朕那日见过穆姑娘，回去之后便一直念念不忘，日思夜想，夜不能寐，
就想再见他一面。皇叔，你就请他出来，让朕见见可好？胡闹！陛下应该知晓，穆生生不过是个将死之人，跟他来往对陛下没有任何的好处。皇叔，你不懂。就因为他是将死之人，时日无多，更应该珍惜眼前，别等人没了再追悔莫及。那日朕一见穆生生，便对他一见倾心，回去便是茶不思饭不想，就想再看他一眼。先前皇叔也说了，你跟他是清清白白，行得端坐得正的，没有任何逾越。既然如此，那朕也是可以追他的，对吧？不过是谈情说爱罢了，有一天算一天，过得开心就行。朕不求有什么结果，皇叔也不想让朕抱憾终身吧？陛下乃是一国之君，男女之事关乎国运，岂能儿戏？朕就是喜欢他，皇叔若是阻挠，那朕现在就进宫告诉皇祖母，让他帮朕把穆生生纳入后宫。皇祖母最疼朕，定然会成全的。哼！太皇太后怎可能让这个短命鬼进后宫？陛下这么做是想害死他？朕不管，谁让皇叔把他藏起来，不让朕见他？说话时，他的目光瞄向阁楼。朕对穆生生一见钟情。令恒在别的事情上，特别是国家大事，根本不敢忤逆令寻。可是今日就像是鬼迷心窍了似的，半点也不听令寻的。毕竟他越是这么无理取闹，越是显得他昏庸无能，更能让令寻对他放松警惕。令寻差点气绝，肉眼可见的面色铁青，攥成拳头的手已经青筋暴起。穆生生是个脑子清醒的，他才不信什么一见钟情，不过是别有用心罢了。就好像他自己对令寻的一见钟情都是假的。那若是我与他不清白呢？上回皇叔不是说跟他是清白的吗？他都在本王府上住了，还能清白到哪儿去？上回不过是跟陛下客气一下，哪知陛下见色起意，竟是生出了这等心思来。他早都是本王的人了，按照辈分，今后陛下还得唤他一声婶婶。怎么，陛下是想不顾伦常，肖想自己的婶婶吗？皇帝彻底无话可说，屋里再次陷入诡异的沉默。他现在就在楼上，还需叫他下来亲自跟陛下解释吗？皇帝看了眼楼上方向，紧紧攥着拳头，眼眶发红，显然是心里有恨。皇叔本就不喜欢女色，何不把她让给朕？朕定会好好待她。陛下谨言慎行，这史上哪有叔侄共用一妻的？劝陛下趁早死了这条心，早些回去。今后若无要事，别再如今日这般硬闯摄政王府了，有失体统。殿下，生生不要进宫，不想余下不多的时日都要挂在后宫里，生生离不开殿下。不想进宫也行，本王先前跟你提过的，会对外宣称你是本王的义妹，这样你跟皇帝辈分不同，他应该叫你一声姑姑。若还想纳你进后宫，就是有违伦常。方才殿下还跟皇帝说生生是你的人，他该叫生生一声婶婶，怎么现在又变成姑姑了？方才本王只不过应付他一下，不必当真。穆生生冷哼一声，不悦的小声嘀咕了一句什么，却还是被令寻听了去。穆生生，你再胡说八道，信不信本王把你的嘴缝上？穆生生死死抿唇，低下头不敢再说。这也是权宜之计，你若是不愿，本王不会逼你。令寻顾虑的周全，现在外面谣言四起，宣武侯又生死未卜，他不可能娶穆生生进摄政王府，这样只会让他有生之年都背负污名。眼下最好的法子就是公布他们是兄妹关系，这样既能止住谣言，又能做高穆生生的身份，还能打消皇帝不该有的念头。待宣武侯回京之后再说。那若是生生做了殿下的义妹，还可以跟殿下亲嘴吗？当然不行，你仔细想想吧，考虑好了告诉本王。殿下现在不愿意接纳生生也没关系，生生就算是无名无分，也只愿陪在殿下身边就好。穆生生，你不必激本王，就算本王愿意，你爹也不会答应我们的事。生生这么喜欢殿下，爹爹肯定会答应的。哼，有多喜欢？生生年幼时便听过殿下连下10城大破匈奴的英勇事迹，殿下在生生心目中就是所向披靡的战神，生生早就仰慕已久，相处之下更是一往情深，难以自拔。生生就是宁愿死，也不要跟陛下分开。他明明说的是情话，令寻却总感觉他是在无情朗读早就备好的说辞。穆生生，若是让本王知道你欺骗本王，本王会把1万只毒虫跟你一起关进棺材里，叫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生生怎么可能欺骗殿下？生生对殿下的心意日月可见，若是有一句虚言，便是让1万只毒虫咬死我，我也心甘情愿。令寻根本不信，可是他又实在想不出来小姑娘到底对他有什么企图，是觊觎摄政王妃的牌位，总不能是垂涎她的美色吧？殿下，我爹爹还没有消息吗？本王已经确定了他的去向。我爹爹到底去哪儿了？为何还不回来？本王的探子在蜀南发现了他的踪迹。蜀南是叛王秦王的地盘，5年前少帝登基，秦王令萧不服，叛变造反，被令寻一举击败，最终逃到了蜀南，便从此在蜀南占地为国。可由于蜀南的地形复杂，
易守难攻。令寻几次派兵围剿这帮乱臣贼子，可每次都伤亡惨重，一直未能成功。蜀南那边有不少的苗医，医术诡谲，别具奇效，恐怕宣武侯是听说了苗医之名，冒险前去，想请回来为你治病，只不过似乎遇到麻烦，被绊住了。不过你放心，宣武侯身为朝廷命官，身负要职，本王定会想办法助他。穆生生点点头，你先回去歇着吧，明日本王休沐，带你去转转。花园里又添了一批花，殿下日夜操劳，也是应该抽空赏赏花了。谁说去花园了？我们出府逛逛。殿下要带生生出府游玩。令寻点头。穆生生来了王府都快1个月了，一次也没出过门，正好他去办事，路过一个好地方，可以顺便带着他。所以我们是要去约会吗？废什么话，你不想去吗？想去，当然想去。好了，你回去养足精神，明日一早本王叫人去接你。穆生生高兴地点点头，欢欢喜喜地离去。次日，穆生生早早起床，精心装扮之后，少女整个人焕然一新。姑娘可太美了，摄政王一定会被你迷得神魂颠倒的。穆生生笑得满意，最好是这样。几个人就这么出发了。令寻早已在马车里等候。穆姑娘这边。得知要跟令寻分开乘坐马车出门，穆生生想也没想，径直朝着令寻的那辆马车走去。穆姑娘，这辆马车才是你的。我知道。然后无视天书的提醒，爬上令寻的马车走了进去。令寻虽知道穆生生进来早有准备，可瞧见他的一瞬间，还是一时失了神。殿下一直盯着生生看作神，是今日生生穿的不好看吗？令寻渐渐皱眉，就是太好看了，今日出去难免抛头露面，这样不是更加招蜂引蝶吗？本王给你备了马车。生生想跟殿下坐在一起，而且生生这身子也颠簸不得，陛下这辆马车能舒服一些。本来令寻是想着今日出门会有许多双眼睛看着他们，所以特意给他分开准备了马车。现在看来他实在太粘人了。令寻答应了穆生生的请求，只是很快就后悔了。殿下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日月湖。穆生生对日月湖早就有所耳闻，也是既兴奋又期待。只是马车还没出发多久，穆生生便已经开始头晕脑胀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只能找令寻为他缓一缓。他趁着马车颠簸之际，顺势就瘫软地倒进了男人怀里。昨日在书房里一番昏天暗地的激吻，令寻昨晚又做了那个嘴巴贴封条的梦，现在一看见穆生生，又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他在梦里撩人的模样。原本跟他坐同一辆马车都需要极大的自制力，现在少女柔软如酥的身体又倒入了怀里。穆生生，殿下，生生好晕，好难受啊。男人本想说什么，却又将话咽了下去。还能坚持吗？不如让马车停下，下去歇会儿。穆生生靠在令寻怀里，他舒服的双手环住男人的腰，使劲儿往里蹭了蹭。这样好多了。令寻就知道不应该让穆生生坐上他的马车，一路上每一刻对他来说都是煎熬。好在马车很快便抵达了日月湖。好美啊！令寻正站在穆生生身后，瞧见他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还有点不能理解。不过他既然这么喜欢出来玩，今后倒是可以时常带着他出来，说不定对他病情有帮助呢。快看，有人放风筝。你想玩？可惜我们都没准备风筝。一个风筝，这还不简单？令寻朝着天书示意了一下，天书立马领会，快速跑去搞风筝来。不过片刻，天书便举着一个大风筝，眉开眼笑地走到了穆生生跟前。天书大哥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天书瞥了一眼令寻，这功劳他可不敢要。穆姑娘这边。多谢殿下。买风筝的是天书，放风筝这活儿也只能他去干。回来将控制风筝的线轮递给了穆生生。穆生生刚拿着风筝还不知所措，令寻抬起衣袖，左手帮他扶着线轮，右手帮他扯着风筝绳，一松一拽，放线又拽回来，如此反复才能飞得更高。这姿势也太羞耻了些，万一叫人瞧见。穆生生是个窝里横，没人的地方在令寻身上肆意妄为，人这么多的地方却是万万不敢搂搂抱抱。趁着拉风筝的空隙，他赶紧从男人怀里抽身出来，躲到了一旁。经过令寻的亲自教导，穆生生很快就掌握了不用跑来跑去，风筝也不会掉下来的方法。穆生生放了许久风筝，又四处逛了逛，可还不到1个时辰，他就累得实在不行了。累了，本王叫人备了游船，累了就去船上歇着。上船后，令寻让人将船开着，四处游览观光。你瞧见没？今日出来这一趟，摄政王眼睛就没从咱姑娘身上挪开过，还说对他家姑娘没兴趣，谁信呢？摄政王肯定喜欢咱们家姑娘。穆生生听得一清二楚，却佯装睡觉，没有打断他们的谈话。别人不知道，穆生生还不知道吗？令寻才不喜欢他呢。
他这种人怎么可能轻易对别人动心？令寻除了亲嘴的时候主动过，别的时候都是冷漠得很，根本看不出来对他有丝毫兴趣。反正穆生生是打算不管能不能成亲，他都紧紧缠着令寻不放，等攒够了40-50年的时间，就假死脱身，从此逍遥自在，再也不用看谁的脸色。生生见过殿下，休息的如何？生生有些头昏，可能是有些晕船。他上去就往男人身上倒，令寻也习以为常，下意识地将他扶住。要不本王让人把船停了，早些送你回府歇息。穆生生顺势抱住令寻，感觉到那股泉涌般的生命活力，总算是舒缓了一些。殿下，生生有个法子可以缓解一下。什么法子？殿下昨日教的，生生略有启发，想练习一下。令寻还以为他当真是今日奔波劳累，又晕车又晕船的，身子难受呢，原来是又想亲嘴。令寻忍不住看向他丹珠般的唇瓣，令寻还在盯着穆生生的樱唇看，穆生生已经急不可耐了，他双手圈着男人的脖子，踮起脚尖，极限的距离衔住了他的唇。穆生生学着昨日他教的方法，开始又啃又咬，他很努力，很认真的想取悦他，还天真的自以为这样操作就可以一次增加10天，结果使了半天劲，都快喘不过气了，却只停留在5天不动。为什么啊？难道因为他亲得不舒服？殿下，再教教生生可好？男人便是再也抑制不住了。令寻将穆生生娇小的身子拦腰抱起，放在栏杆上坐着。令寻微微一低头，便贴合上了他的唇。男人克制已久，早就想尝尝他唇上口汁的味道了。果然，那口汁的味道跟想象的一样，比成熟的石榴还要甜腻。看着终于长了10天的生命天数，殿下果真是生生的良药，生生感觉头不昏了，也有了力气。你是吸人精气的妖精吗？亲一下就有力了。他虽是无心之说，却把穆生生吓了一个机灵，冷汗直冒。果然，亲一下就能长生命治好病，听起来就很像是吸人精气的妖精。还好他一直保密，不然早晚被人当成妖怪烧死的。二人正卿卿我我，忽而听闻有人前来禀报，安乐长公主的船经过此地，想过来拜访殿下，就说不方便。是。他将穆生生放下栏杆，朝着远处瞭望，呼吸着新鲜空气，脑子清醒了几分。刚刚长了10天生命的穆生生，现在已经累计70天，心满意足，精神极好。这小岛上有人住吗？是一家酒楼，想去看看吗？我可以去吗？你若身子不适，我们今夜就住在这里也可，免得回府路程还要颠簸。又或者穆生生若是喜欢在这里玩，大可多住几日。穆生生听说还可以去酒楼多住几日，更是小鸡啄米似的点头。皇兄，安乐见过皇兄，方才路过巧见皇兄的船，本想前去拜访，未能如愿，没想到这么巧，皇兄也到此寻乐子来了。令寻神情淡漠，朝着他点了点头，分明是兄妹，却生疏的好似路人。这位是哪家姑娘？怎也从未见过，皇兄不引荐一下吗？臣女是宣武侯之女穆生生，见过长公主。瞧，她就是那个病秧子。听说她不知使了什么妖术，把摄政王迷得五迷三道的，一直留着她在府上住，关系也是不清不楚，而且手段了得，周阳郡主都遭她迫害，被贬封地了。宣武侯府没人管教她了吗？怎能任由她如此有伤风化？实在脸面都不要了。她一个将死之人，总不能奢望着摄政王能娶她吧？简直就是白日做梦！摄政王什么身份？哪是他一个病秧子能高攀得起的？顶多当他是个玩物。他们的议论的声音很小，距离又远，偏偏令寻和穆生生这边将内容听得一清二楚，却又不知从谁嘴里说出来的。原来你就是穆姑娘啊，久仰大名。本公主听说穆姑娘现在就住在摄政王府上，可是当真？不知这事儿，你那未婚夫傅三公子知情吗？不明真相的众人又是一番七嘴八舌，议论纷纷。他竟然是有未婚夫的，还不清不白的住在别的男人府上，这跟红杏出墙有什么区别？他未婚夫是谁啊？还未成亲就被戴了绿帽子，也太惨了吧！就是镇国公府那个傅三公子，听说还是个一表人才，学识过人的，也不知道未婚妻是这种不知廉耻的货色，当作何感想？有未婚夫还做出这种伤风败俗之事，呸！不要脸！难怪在这墓里没脸见人，要是我就跳进这日月湖里一死了之，以示清白。令寻本是不想跟一般长舌妇一般见识，可说到这里实在是忍无可忍了。都给本王闭嘴！就算本王与他有什么，那也是我们之间的私事，而非尔等妄加议论的。再让本王听见谁嚼舌根的话，后果自负。一时间人头攒动的2楼却被这威压震慑，静得鸦雀无声。皇兄息怒，安乐也是担心皇兄受人欺瞒，该不会还不知道他是有未婚夫的吧？皇兄若是知情，那
你留一个有妇之夫在府上，就应该料到会遭人非议，又怎能怪罪他人？安乐只不过实话实说，这事儿就算是闹到母后跟前，安乐也是有凭有据，罚也罚不到安乐头上来。对了，母后会不会还不知道这病秧子其实是个有夫之妇？安乐，你身为长公主，注意谨言慎行。大长公主误会了，摄政王殿下已经收了生生做义妹，我们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，只是单纯的兄妹关系。这些日子义兄对生生照顾有加，生生自是感激不尽，今后也定当会涌泉相报。什么？摄政王收了她做义妹？还有这回事儿？我就说嘛，摄政王如此光明磊落，怎可能做出染指他人未婚妻的事？对呀，大家都知道摄政王不近女色，多少美人投怀送抱都无济于事，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等货色？你们分明就有见不得人的关系，休想拿什么义兄妹遮掩过去。穆生生也不知道是不是刚刚被他们非议的时候急火攻心，正好此时喉咙热流涌动，突然呕出一口鲜血来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也都看见了，生生这身子走两步都艰难，3天2头吐血不止，也是没2日可活。长公主她非说我与摄政王不清白，试问我都已经这样，还能做出什么不清白的事来？是啊，都病成这样了，根本爬不了摄政王的床，摄政王必定对他提不起什么兴致，还能怎么不清白？不管怎么看，不论年龄、身形或是身份，摄政王和这个病秧子都是2个毫不相干的人，根本一点也不般配，更不可能有传闻他等关系，反倒是义兄妹关系更可信一些。穆生生使劲给令寻递眼色，想要他配合一下。本王已经拟好了折子，打算启禀圣上和太皇太后，册封宣武侯之女穆生生为夷宁县主。今后夷宁县主便是本王的义妹，谁敢对她不敬，便是对本王不敬，后果自负。安乐，本王的义妹也当是你的义妹，今后本王可还指望着你帮本王好生护着些，别叫有心之人不顾本王颜面欺压了才是。别以为随便扯个义兄妹的幌子便能掩饰见不得人的关系，大家都是有脑子的人，是不会信的。我信。众人纷纷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，就见是个眉清目秀、风度翩翩的白衣少年郎。在下镇国公第3子傅玉拜见摄政王、长公主。傅某相信摄政王与穆姑娘是清白的，摄政王殿下持身严谨，定不会做出有辱皇室声誉之事。穆姑娘也是纯善之人，不可能拿自己的名节清誉开玩笑，还请安乐长公主莫要再轻信谣言，以讹传讹，有损他人名声。既然是一场闹剧，都散了吧，带长公主回府歇息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。其实今日令锦欢也是受了姑姑肃宁大长公主令清微的授意，才来找穆生生麻烦的。令锦欢气不过，可也不敢再放肆，只能灰溜溜的被人带走。既然事情都澄清了，那傅某也先行告退了。傅三公子且慢，穆姑娘还有事。生生有些话想与傅三公子当面分说清楚，不知可否介意不说话？你们2人既有婚约在身，头一回见面，想必有许多的话要说。本王另外有事在身，就不打扰了。随后穆生生便邀请傅玉进了前面的春字号房。先前镇国公府逼迫生生前去冥婚之事，傅三公子也应该有所耳闻。生生受如此奇耻大辱，再叫我嫁进国公府是绝不可能。更何况生生时日无多，也不想连累傅三公子做了官夫，今后不好再娶。所以生生今日找傅三公子，是想谈的退婚事宜。穆姑娘，傅某一直在外游学，前几日回京才听说此事，也是愤慨填胸。我那主母并未问过我的意思，便擅作主张，差点害了穆姑娘。事已至此，穆姑娘想要退婚也是理所应当的，傅某并无异议。只不过婚姻之事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，这婚书都在我那主母手中，傅某也做不了主。而且我听说当时主母给了宣武侯府成倍的聘礼，恐怕想要退婚还需如数奉还。其实穆姑娘跟傅某完婚也未尝不可，一者能平息了外头你与摄政王那些流言蜚语，二者也不必归还那些聘礼，免了退婚的麻烦，三者你将贵为县主，又有摄政王撑腰，成婚后我那主母也不敢为难于你。而且傅某本就不介意做什么官夫，不然当初也不会知晓姑娘病情，还是应下这门婚事啊。我与摄政王的传言，傅三公子应该都听说了吧？在下相信穆姑娘与摄政王的清白，即使不清白，傅某也不介意。穆姑娘若心悦摄政王，在下可只与穆姑娘做表面夫妻，掩护穆姑娘与摄政王相好。反正穆姑娘时日无多，以摄政王的身份，也不可能给穆姑娘什么名分。在下担心穆姑娘到时候连个牌位也捞不到啊！大概是傅三的反应让穆生生预料之外，他竟然一时乱了阵脚，本想喝口茶水掩饰一下，抬手去拿面前的茶盏，
却不慎将其打翻，滚烫的茶水直接泼洒在手背上。小心！为了避免更多茶水顺着桌角流到穆生生身上，他握着穆生生的手腕，将他从椅子上拉到一旁。他将他的手举到嘴边，轻轻吹了2口。怎么样，疼不疼？虽然隔着衣物，穆生生却能清晰感觉到傅玉握住他手腕的地方，正有股神奇的生命能量正缓缓流入他的身体内，跟令寻身上那股力量几乎一模一样，连手上的烫伤也一点都不觉得疼了。穆生生震惊无以复加。傅三公子，生生会尽快想办法让继母将聘礼如数退还，再行退婚。其实傅某也是急需一门婚事做掩护，才出此下策。若穆姑娘还是执意退婚，傅某也无话可说，愿意尽我所能配合穆姑娘，若有需要尽可明示。此时此刻，楼上正对着的客房之内，令寻坐在椅子上，若无其事地泡茶。穆姑娘找那傅三只是为了退婚，依属下看，她对那傅三半点没那意思。令寻冷笑，他没那个意思，傅三呢？那个傅三竟然能说出要跟穆生生做名义上的夫妻，美其名曰为令寻和穆生生打掩护，这不相当于让令寻去做见不得人的情夫？哼，他想得出来，脸皮也是极厚的。更可气的是，穆生生现在跟傅三才是名正言顺的未婚夫妻，与令寻倒是成了义兄妹了。此刻也不知道哪来的莫名火气，掌心一股内力，把手中的茶盏捏得稀碎，滚烫的茶水涌出，给男人的手烫红了一片，他却一动不动，好似丝毫感觉不到疼痛。不如属下现在就去将那婚约解除了。不急，先等等。若是穆生生肯好好求他的话，他或许会破例出手相助。楼下，穆生生明确了要退婚的态度，傅玉也并未纠缠，表示愿意配合他。傅玉也不打算多留。那傅某就先告辞了，生生姑娘若是有需要，随时来找傅某。穆生生应下，便要送他离开，可傅玉刚走到门口，却被一个高大的身影给拦住去路。来都来了，傅三公子不如一起吃了酒再走啊。不了，傅某刚刚想起来还有事，急着回去。有什么事比跟未婚妻一起吃饭还重要？殿下别这么说，生生要与傅家退婚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当吃个散伙饭吧。这男人想干什么啊？殿下盛情难却，那傅某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穆生生今日出来晕车晕船，本就没吃什么东西，现在饿得厉害。安静无声的包房内，一直就听穆生生肚子在咕噜噜作响。距离的不远，令寻和傅玉自然也是听得一清二楚。第一道菜碧螺虾仁端上来的时候，傅玉无视了令寻。穆姑娘快先吃吧，别饿坏了。穆生生跟傅三虽然有婚约在身，但是今日他们也是头一回见面，好像没那么熟吧。他求助地看向令寻，毕竟令寻还都没动筷子，他哪敢先吃？却不想令寻也不示弱，跟着挑起筷子，夹了一个虾仁放进他碗里。快吃吧，饿成这样，让外人瞧见了，还以为本王苛待了你。二位不必客气，生生自己来就行。怕令寻生气，还特地先吃了他那块，因为心不在焉，虾仁进了嘴里，差点把他噎到。穆姑娘慢着点吃。穆生生正要伸手去接，茶凉了，你身子弱，喝这个热汤。穆生生动作僵在半空，停顿片刻，只好转手去接令寻给他盛的汤。多谢殿下。一顿饭吃下来，类似情景一而再再而三，令寻和傅三两人轮流夹菜。穆生生总感觉傅玉是想借此机会在他面前表现，令寻却屡屡出手阻拦人家的好意。穆生生想不明白，既然想阻拦，刚刚那何必还留他下来吃饭呢？害得他夹在中间尴尬不已。这是湖中日月新出的酒，叫三杯倒，以傅三公子的酒量，不知能喝几杯啊？傅玉先前就已经喝了不少，醉醺醺的，根本没将这酒放在眼里。傅某酒量虽不好，却也不至于连3杯也喝不上吧？哼，那不如本王喝一杯，傅三公子便喝一杯，看看你我到底能喝多少。说着，已经令人给傅玉斟上一杯酒，令寻自己也斟上一杯，然后举杯示意，一饮而下。这酒如何？什么3杯倒啊？好像也不过如此嘛。可话音刚落，突然砰的一声巨响，傅玉应声趴倒在桌上，没了动静。傅三公子喝醉了。哼，还真是没用，一杯也喝不上。来人呐，送他去客房睡，别在本王的面前碍眼。天叔领命，屋内就剩下令寻和穆生生二人。你也吃得差不多了，过来给本王斟酒，倒这个。殿下别喝那个了，会醉的。穆生生，你是在质疑本王的酒量，还是说在怪本王灌醉了你的未婚夫婿呢？殿下，生生很快就会和他退婚的。依本王看，他对你挺好的，又是夹菜又是盛汤的，实在是关怀备至，看着也是一表人才，年轻有为。要不你好生的考虑一下这门婚事呢？退婚已成定局，生生不会考虑。殿下，你知道的，生生心里只有你。那就倒酒，本王倒要看看今日本王喝几杯能倒。穆生生只好端了那壶3杯倒，给他杯里倒上一杯。令寻仰头饮下，冷切一声，小声念道：
确实也不过如此。说完，男人将空杯放在穆生生面前，示意他再次倒酒。穆生生不敢再劝，反正他愿意喝醉就喝醉吧，大不了醉了让天书也像扛死猪一样把他扛去客房里睡觉。令寻喝了这杯酒，再加上先前的，已经喝了有3杯。再倒。穆生生只好再给他倒上1杯。就这样4杯、5杯、6杯，直到第7杯，男人身上的酒气越来越浓，已经是摇摇晃晃，醉眼惺忪。他又一次将酒杯放在穆生生面前。殿下，再喝就真的醉了。本王没醉，本王酒量好得很。他捏着酒杯的手不稳，洒得满桌都是。殿下，别喝了好吗？殿下可是有什么烦心事，不如跟生生说说，说不定生生可为殿下分忧。半晌，令寻将酒杯重重放在桌上，却是一把掐过穆生生的腰，将他揽到怀里坐着。你方才在屋里跟傅三说了什么？生生只跟他说退婚的事，没说别的。生生心里只有殿下，不想被这婚约束缚，自然是要退了他的婚事。我与他又不熟，没有什么别的可说。就算是穆生生对那傅三没什么，可傅三对穆生生嘴上说的是配合退婚，实际根本就是想让穆生生履行婚约。穆生生，你两面三刀，花言巧语，这边说爱慕本王，想嫁给本王，那边又要跟傅三做表面夫妻，与本王做义兄义妹，你到底哪句话是真的？是觉得本王很好骗吗？殿下冤枉，那都是傅三说的，生生没有那个意思。生生对殿下是一心一意，绝无二心，殿下为何就是不相信呢？动动嘴皮子谁不会？你跟本王说的那些话，不知多少女子都对本王说过了。若是没点诚意的话，你让本王如何信你？那谢婉宁还说愿意为本王做任何事情，而你呢？生生也愿意为殿下做任何事，证明给本王看。这男人不就是嫌弃他吻技太差了吗？那他今日就使出浑身解数，好好证明给他看。生生会证明给殿下看。一想到这么做只是为了活命，穆生生好像壮了胆儿，也没有以前那么觉得羞耻和害怕了。他摘了一颗桌上的葡萄叼在嘴里，双手攀上男人的脖颈，他叼着那颗葡萄，扬起下巴送进男人嘴里的同时附上了他的唇。穆生生娇笑问他，殿下好吃吗？今日他费心思取悦他的模样实在过于勾人了些，不知是不是因为酒劲儿，男人呼吸越来越热，喉咙也越发干涩，看向他的眼神也如同烈日灼灼。生生会好好取悦殿下。这种程度的亲吻让他很快就将近昏厥，即使有男人身上源源不断的力量传输，他也没能坚持多久。好在随着时间的流逝，生命的天数在不断增长，很快穆生生就获得了10天奖励，再加上今日亲嘴获得的，今天一共就增加了20天时间之多。穆生生又惊又喜，如果每次都按照这种程度，那他岂不是只需要2-3年的时间便可以长到计划中的50年了？一想到很快就能解脱，穆生生便觉得现在做什么都是值得的。殿下，生生已经尽力了，这样如何？表现得不错嘛。瞧见他满意，穆生生总算是松了一大口气。那殿下这回可以信生生了吗？想让本王信你也不是不行。穆生生，你既然这么喜欢本王，什么都肯为本王做，那这件事呢？什么事？当然是令寻突然轻笑出声，当即将穆生生横着抱起来，便大步往里屋的床榻走去。殿下，殿下这是想做什么？他必须让男人清醒一些。他也顾不得其他，一口咬在他嘴唇上，用尽了所有力气。穆生生，你敢咬本王？生生身子虚弱，还请殿下手下留情。若是今后身子好起来，生生自然是愿意伺候殿下的。知错了吗？生生知错了，生生不该咬殿下。本王该如何教训你？他目光一定，随手就从床帐上撕下来2块布条，一头绑在床上，另一头绑在穆生生的手腕上。殿下，殿下想干什么？别这样！穆生生，别哭啊，别哭了。话刚说完，却是一阵猛烈的酒劲袭来，突然失力地倒在了穆生生的身上，昏睡过去。喝醉的男人沉得不行，穆生生这么娇小的身板哪里承受得住，得赶快将他从身上弄下去才行。好不容易总算把他从身上踹了下去，不料用力过度，却将男人踹翻过去，伴随砰的一声巨响，重重摔倒在床底。雪儿，雪儿。穆生生心下暗暗好奇，雪儿是谁？是令寻的心上人吗？还喊得这么亲热。穆生生蜷缩着靠在床头上，枕着被绑住的手，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生生。次日晌午，令寻是一个寒战被冻醒的，
他手撑着床沿从地上爬起，一片狼藉的床榻上，穆生生被绑在那里，靠在床头睡着。令寻小心翼翼将穆生生放着躺下，又盖上被子，让他能睡得舒服一些，直接去了楼上，只让换来紫苏和绿萝守着。令寻撑着沉重的脑袋坐在桌边，喝过了天书递过来的醒酒茶，这才舒缓过来几分。天书很是苦恼，殿下今日误了上朝的时辰。令寻上任摄政王5年，这还是头一回无缘无故，招呼也没打一声就误了时间。重点是皇帝也没有上朝，导致那些朝臣们群龙无首，在大殿上干等了一上午，都在私底下暗暗议论今日是什么日子，怎么小皇帝跟摄政王一声不吭的同时误了上朝的时间。天书早知道令寻会问，所以老早就打听清楚了。听说前日陛下从摄政王府回宫之后，便把自己关在寝宫里，闭门不出，一蹶不振。傅玉呢？喝醉了，还在客房里睡得没醒呢。准备一下，本王要进宫。昨日说好的要去给穆生生册封县主，令寻进宫之后立即拟下了册封穆生生为县主的圣旨，并且还给予了丰厚的赏赐。太皇太后听闻令寻生那病秧子做义妹，显然也有些惊讶。哀家先前就听说摄政王与那女子关系匪浅，原来只是兄妹之情吗？不瞒母后，其实儿臣心悦穆生生，他并未接纳儿臣的心意，是因他尚有婚约在身，故而只愿与儿臣做兄妹。不过也只是权宜之计罢了。待儿臣处理完一切，得到他的喜爱，定会娶她回府的。行儿，你如今要紧的是早些娶回正妃回去，生个世子，为皇室开枝散叶，而不是与一个将死之人整日厮混在一起，还要去抢别人的未婚妻，实在叫外人看笑话。太皇太后对穆生生不满意的地方，只是觉得穆生生既不能生育又不好养活，简直就是在浪费令寻的时间。儿臣的事自有分寸，就不必母后操心了。母后若是太闲，可以多为皇帝操心一番。皇帝年纪也不小了，让他早日生个皇子出来，稳固江山社稷才是头等大事。太皇太后知道令寻说的确实也对，太皇太后皱着眉，这皇后之位到现在也没个定数，依你看，不知谁家姑娘最为合适？其实太皇太后的心里早就有了人选，不过一切还是得令寻首肯才行。令寻怎么可能不知道太皇太后的心思，却没有顺着她的意思，而是说道：太傅之女江云琪才貌双全，风华绝代，儿臣以为最为合适。哀家以为镇国公府的二姑娘傅流莹自幼在哀家身边长大，与皇帝青梅竹马的，才是最合适的人选。令寻推举皇后的人选是他底下的人，太皇太后推举的则是皇帝那边的人，自然是各执己见，谁也不肯松口。两人在选皇后的问题上僵持不下，最后还是令寻提出，既然母后与儿臣各有人选，不如后日的中秋宫宴将他们二位都请进宫来，好好比较一番再做决定，如何？既然如此，中秋宫宴，哀家想请傅生生也来赴宴，好让哀家仔细瞧瞧我儿到底为何对他如此情有独钟。也好，那便等他进宫正式册封。自坤和宫出来之后，令寻释然许多。皇帝称病闭门不出，天书还问令寻，殿下可去看看圣上病情如何？装腔作势，看他作甚？穆生生睡醒时已经是午后，正梳妆打扮完，门外传来了敲门声，是傅玉正站在门外。傅某要回府了，听闻生生姑娘还在此处，特来道别，还请通禀一声。穆生生在屋里听见傅玉的声音，便迎迎袅袅走了出来。傅三公子，家中妹妹都唤我三哥，你与她年纪相仿，也唤我三哥便是了，不必如此生疏。傅三哥，昨日傅某不胜酒力喝醉了，让生生姑娘见笑了。穆生生想起昨晚傅玉上一刻还大放厥词，转眼就趴倒在桌上的模样，没忍住想笑，傅玉也跟着哈哈大笑。这是此间酒楼特制的糖渍杨梅，听闻生生姑娘需要经常服药，喝完药以后可以吃点这个压一压苦味。穆生生本想拒绝，可傅玉也没给他机会，将罐子强塞进他手里。傅某还有事儿，就先告辞了，若有事商量，姑娘可派人前来通知一声即可。话说完，已经摆手作别，快步跑着离开了。转身进屋之后，穆生生还是取了一颗放进嘴里尝了尝，味道是还不错，你一会儿帮我买一些，我想带回去。无事献殷勤，姑娘都要和他退婚了，他不但不生气，还耗费心思给你送东西。奴婢看他肯定是目的不纯，不愿意退婚。我知道了，是本王少你吃还是少你穿了？一罐子杨梅就能把你哄成这样？生生见过殿下。令寻冷斥一声，大摇大摆走进来，往桌边一坐，拿了一颗那杨梅送进嘴里尝了尝，味同嚼蜡。
站着做甚？过来坐，得一会儿又要晕倒了。本王昨夜喝醉了，没对你怎么样吧？殿下不记得了吗？那就实在厉害，本王只记得喝了7杯，然后穆生生自己都羞耻得无地自容，恨不得一死了算了。本王喝了7杯，然后便醉得不省人事，之后的事也不记得了。穆生生，你倒是跟本王解释解释，为何你睡在床上，本王衣衫不整的睡在地上？该不会是你趁着本王醉倒，脱了本王的衣裳，想要轻薄于本王吧？明明是殿下喝醉了，说要好好教训生生，把生生绑在床上，然后殿下酒劲上来，自己醉倒，滚到床底下去了。生生被绑着手1晚上，不信你看，现在这勒痕还没下去呢，生生都动弹不得，又如何轻薄殿下？林寻冷哼一声，一把勾过穆生生的腰肢。穆生生，你确定只有这些？生生已经照实说了，旁的什么，生生也不记得。林寻捏着他的下巴，你将昨夜的事情给本王逐一的演示一遍，本王便信你。殿下，生生不知该如何掩饰。怎么，你不敢？可是做了什么亏心事啊？他随便敷衍一下应该就行。好吧，生生为殿下掩饰。随后穆生生屏退左右，便开始亲身演示。穆生生突然咬着嘴唇，决定编个谎糊弄过去。念寻看他不肯往下说，然后呢？你是如何劝服本王的？殿下喝醉了，要生生证明我对你的心意，生生就亲了殿下。怎么亲的？就是这样。没亲别的哪里吗？穆生生屏住呼吸，红着脸蛋儿，微微摇头。你敢不敢与本王说实话？穆生生蹙起眉，在男人的威压之下，转而又改为点点头，一点儿长了10天时间的快乐都没有感受到。他硬着头皮凑上前去，又亲了亲男人的喉结、脖子、脸和耳朵，还有这里。你最好是没骗本王。真的是这些，生生哪有敢欺骗殿下你啊？那我们是如何滚到床上去的？这个也要掩饰吗？穆生生只能硬着头皮再告诉林寻一遍。是他酒后失了控，把他抱到了床上，然后撕破了床帐，绑住了他的手。他刚说完，林寻便已经将他抱了起来，过去放在了床榻上，然后像昨晚一样扯了布条，将他的手腕绑在床上。是这样绑的吗？穆生生红着脸点点头。穆生生，本王知道你没说实话，本王也记得你昨日亲了哪里，现在要亲回来，总不能什么便宜都让你给占尽了吧？殿下，你相信生生说的这些都是实话，真的就是这些，当真没有趁机占你的便宜。哼，这就怕了，本王还没跟你好好的算一算，为何本王会摔倒地上的账呢？哎，该不会是你把本王踹下床的吧？殿下不要那样可好，求你了，你让生生做什么都行。你这么紧张做甚？莫非方才说谎骗了本王？穆生生咬着唇，含着泪，不住摇头，却说不出话来。难道说你不是亲的这里？可出乎预料，男人只是按照他说的步骤亲了他的脸、他的耳朵、他的脖子，可算是他的报复了。穆生生，昨日是本王醉了，不管发生了什么，你全当不记得，也不可与任何人提及。如若不然，有损本王清誉，本王定不会轻饶了你。生生遵命，生生必定守口如瓶。后日中秋宫宴，太皇太后宣召你进宫赴宴，到时候会给你正式册封县主。生生拖着这副累赘身子去参加宫宴，会不会给殿下添麻烦？你不必担心，本王已经与太皇太后说过了，她不会为难你的。到时本王会让玄机陪你进宫，遇事她会帮你应付的。若是不想被纳入后宫，记得离皇帝远一些。穆生生连连点头，收拾一下，我们回府。可二人刚走到门口，天书上来，在厉寻耳边低声禀报：殿下，霓裳说是查到了新消息，请殿下上去坐坐。本王要去楼上办点事儿，正好与宣武侯有关，你随本王一起去看看吧。穆生生听闻跟爹爹有关，自然是连连点头答应。厉寻领着穆生生进屋之时，桌上摆满了美酒佳肴，一名红衣女子正蒙着眼睛，与面前好几个年轻貌美的男宠嬉笑打闹。天书则紧皱眉头，轻咳一声：霓裳见过殿下。这位是湖中日月的东家霓裳。东家好年轻，好漂亮啊！你就是传闻中的穆姑娘啊，确确实实是个顶尖的美人。霓裳自来熟，当即上前勾住了穆生生的手。穆姑娘要是不嫌弃，叫霓裳一声姐姐就是。今后闲得无事，多来湖中日月玩耍，想吃什么看什么，让人提前说一声就是。姐姐做东。穆生生倒是不反感霓裳，觉得她面相看着就极为亲切。说着，霓裳凑到了穆生生面前，压低声音，意味深长说道：霓裳还精通御男之术啊，穆姑娘若是有兴趣学两招，也可来找霓裳啊，都是自己人，不必见外的。穆生生的脸蹭下就红了，目光看向不远处的令寻，是他想的那种吗？如果他学了，是不是可以取悦令寻？还问了许多穆生生羞于启齿的问题，不限于问他和令寻的私密事。霓裳姐姐别误会，我们没有做过逾越之举。霓裳惊讶，
贴在他耳边悄声询问：啊，怎么？难道摄政王当真如传闻所说不能人道？穆生生哭丧着脸，如实解释：是生生身子不好，不能伺候殿下。霓裳这才想起来，好像这小姑娘没几日时间了，不禁心下暗叹可惜。本来是令寻上来找霓裳谈正事的，哪知一来，霓裳跟穆生生手拉着手，两人倒是聊得热火朝天，将男人完全晾在了一边。令寻渐渐皱起眉，冷声唤他：穆生生啊，殿下有何吩咐？过来坐。穆生生这才乖乖入座。好妹妹，来，快尝尝，这是本店招牌菜松鼠桂鱼，酸甜可口，京城里的贵女们最爱点这个。穆生生一尝，外酥里嫩，酸酸甜甜，果真是他最喜欢吃的糖醋味道。好吃。还有这个西施豆腐，保管你吃了还想要。这个我也喜欢。还有这个，来，哎呀，来，姐姐喂你。穆生生乖巧地张开小嘴，吃下之后又是满足地笑了，连连夸赞。令寻看见霓裳给穆生生喂嘴里，筷子放在桌上，令寻冷声道：你们吃吧，本王饱了。然后穆生生美滋滋地继续品尝霓裳亲自给他介绍的菜品，果然东家推荐必是精品，每一样都很合穆生生的口味。看他们吃的差不多了，令寻总算是开口询问起了霓裳正事。你不是说查到了新消息吗？霓裳收敛了笑容，正经起来，如实交代：底下的人查到2月前宣武侯在蜀南受了重伤，随后一直在养伤，所以至今未归。霓裳姐姐可知晓我弟弟现在如何？据探子来报，应该是暂时安全，奴家已经与他们交代好了，待宣武侯伤好一些便助他回京。至于具体的情况事关重大，恐怕只有等宣武侯回京之后才能揭晓。若有消息立即通知本王。简单又交代了几句其余事项，令寻便要带着穆生生离开。哎呀，生生妹妹这么快就要走啊？不多玩会儿吗？外头还有许多节目想带你去看呢。穆生生好想看节目，期望的目光看向令寻。不了，下回再看。令寻却是无情拒绝，拉着穆生生的胳膊就往外走。眼看着令寻和穆生生都留不住了，霓裳的目光落到了天书身上。天书被他看得头皮发麻，赶紧跟着令寻也要走，却被后头霓裳拉住了手。天书大人，你等等，奴家还有话要跟你说。天书一听，跟见了鬼似的，想要跑路，却又被他缠上来，抱住了腰。天书哥哥，别走嘛，长夜漫漫，不如留下来陪陪人家呗。殿下，救我！令寻好似根本没听见，头也不回出门离去，然后牵着穆生生离开。令寻带着穆生生出了酒楼，坐船上岸，二人就坐了简单的小船。已是傍晚，船上穆生生晕晕乎乎地靠在令寻怀里，他仰起头，突然带着试探地问：殿下，霓裳姐姐是你的旧情人吗？怎么可能，她是天书的旧情人。他们年少的时候在一起过，不过因为合不来，早就分开了。刚刚吃饭的时候，两人就在眉来眼去的，吃完还滚到一起去了。令寻都怀疑穆生生是不是瞎，怎么会误以为他跟霓裳有什么？那雪儿呢？令寻一怔：你哪里得知的雪儿？是殿下的心上人吗？要不然殿下昨夜喝醉，为何喊了她好几回？小东西莫不是吃醋了？穆生生，雪儿不是人，只是本王养过的一只狐狸。是这样吗？你跟一只狐狸吃什么醋？生生都是太喜欢殿下，怕是殿下有心上人，我做了你们的绊脚石不好。不是早跟你说过了，本王没有心上人，别自己胡乱揣测。穆生生点点头，也算是松了一口气。他们坐船上岸，又换成了马车，路上颠簸，穆生生免不了又找令寻亲嘴恢复精力。由于他睡得太死，穆生生醒来时发现玄机回来了，许久没见，穆生生赶紧拉着玄机询问：你这阵子去哪儿了？奴婢陪嫁去了镇国公府，此番回来是殿下安排，让奴婢教导姑娘宫里的规矩，再陪同姑娘进宫赴宴。二人叙旧，玄机又说了一些关于替嫁苏韵儿那边的事。昨夜被绑着手，也没睡好。当晚穆生生仔细沐浴一番，换上干净的衣裳，躺在床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好觉。次日醒来，令寻已经早早进宫，安排明日宫宴事宜。穆生生则留在王府，由玄机教导宫里的那些繁文缛节。虽然很累，好在他学起来挺快，只用了1遍就记住了。令寻事情没忙完，当晚就留在了宫里。次日8月15中秋这天，穆生生一大早起来，玄机、紫苏和绿萝还有一众丫鬟婆子便忙里忙外为他梳洗打扮。穆生生今日特意选了浅色的口脂，让自己看起来憔悴一些，毕竟所有人都以为他病得不轻，已经没几日可活了，还需演好了让别人不起疑才是。
到时候实在应付不下来，他就假装昏倒。穆生生跟领着玄机，二人坐上马车，朝着宫里出发。穆生生很快便来到宫门之外，下车之后，面前早就备好了轿辇。姑娘身子不好，太皇太后特地恩准，姑娘可坐轿辇代步。穆生生坐在轿辇上被抬进宫入殿，暗暗欣喜。他知道这肯定也是令寻的意思，从未想过自己有生之年还能进宫观摩。时辰尚早，穆生生跟其他女眷一样，进宫第一件事便是来坤和宫拜见太皇太后。殿上早已等候着许多人，都是京城里的贵女命妇，个个锦衣华服，珠翠环绕。听闻宣武侯之女穆生生来了，在场众人都伸长脖子，瞪大眼睛，屏住呼吸，齐刷刷朝门口看去。就连太皇太后也在好奇地朝那边观望。穆生生目不斜视，在所有人注视之下进入大殿，朝着上方的太皇太后俯身行礼。宣武侯之女穆生生拜见太皇太后。太皇太后万福金安。太皇太后也在打量着穆生生，朝他抬了抬手示意。抬起头，叫哀家好好瞧瞧。穆生生带着羞怯缓缓抬头，瞬间引得众人又是一片惊叹。太皇太后当即让人取来册封的圣旨，当众宣旨，册封穆生生为夷宁县主，还赏赐了不少金银珠宝。穆生生接旨后叩拜行了大礼。叩谢太皇太后，陛下和摄政王恩典。你身子不好，不必行此大礼。来人，为夷宁县主赐座。夷宁县主乃是摄政王收的义妹，这件事恐怕在座的各位都有所耳闻。既然如此，也算是哀家半个女儿。她身子骨不好，还要指望大家多多照拂些，别让哀家与摄政王寒了心。镇国公夫人崔氏、肃宁大长公主蔺清微和安乐长公主蔺锦欢此刻都站在一旁，将太皇太后的话听在耳中，也明显能感觉到太皇太后的暗示。随后太皇太后留着穆生生在身边问话。穆生生虽然紧张的手心冒汗，好在太皇太后比想象中好相处得多，他也就放松了一些。一旁角落里正有2双眼睛死死盯着穆生生。蔺锦欢在不起眼的角落偷瞄着穆生生方向，愤愤不平，小声嘀咕着：母后竟然维护那个短命鬼，是不记得婉宁如何被他所害的了吗？旁边蔺清微也跟着叹息，附和说道：唉，谁让那女人这么会蛊惑人心呢？不像是咱们的婉宁，若是婉宁还在京城，今日应该也能来参加宫宴的，如今却只能在那偏远凄苦之地啊，还不知受的是什么罪呀。姑姑，你放心，我今日定让那个小贱人出尽洋相，为婉宁出一口气。蔺清微用手帕擦拭着根本不存在的泪水，嘴角却是微微扬起。看来教训穆生生的事应该也用不上他亲自出马，他只需等着看好戏就行。今日宫宴的主角其实是2位皇后的候选人，太皇太后特意安排了江云启和傅流莹2位姑娘坐在近的地方，方便说话。太皇太后也不拐弯抹角，为皇帝择后之事，将扶2位姑娘难分伯仲，哀家与摄政王也是难以抉择，就想着趁此次宫宴机会，将2位姑娘都请到一起，比较一番，看看到底谁才是最合适的皇后之位人选。蔺锦欢转了转眼珠子，冷不丁地开口笑着说道：夷宁县主今日册封之喜，风头无两，不如就让县主来说说2位姑娘谁更适合做皇后人选。众人目光齐齐汇聚到了穆生生身上，太皇太后也看向穆生生。回太皇太后，臣女初来乍到，对2位姑娘了解甚少，实在不敢妄言，但臣女认为皇后之位至关重要，不仅需要德才兼备，出身高贵，还需要有一颗仁爱之心和能母仪天下的气度。相信太皇太后和摄政王定会为圣上斟酌出最适合的皇后人选。太皇太后微笑点头，显然对穆生生的回答也算满意，眼中闪过些许赞赏。县主所言极是，今日正好2位展示一下才艺，较2个高低，也让在座的诸位评判一番。不如就由夷宁县主给2位出个题。夷宁县主跟2位并无交集，由你出题也算公平。穆生生想了想，很快有了对策，不紧不慢说道：臣女提议可以进行废话令，在座诸位都可参与，想必2位姑娘才情过人，定不是旁人能比的。太皇太后点点头，看向江父2人：你们觉得如何？2人起身齐声回答：臣女并无异议。
正逢今日中秋，花好月圆，此次飞花令便以月字为题，只要含月字的诗词都可。想参与的站起身即可，接不上自行入座。若是夺得魁首，哀家重重有赏。说着，叫人取来一只羊脂玉簪子作为彩头，在座贵女们纷纷站起身来，跃跃欲试。怡宁县主能得摄政王青睐，想必也是满腹才情，通晓诗书的。怎么，你出的题，你不打算参与吗？这说起来，怡宁县主与我家三郎还有婚约在身呢，不如露一手，让我这未来婆婆也开开眼界。不知怡宁县主意下如何？臣女乐意奉陪。怡宁县主身子不好，坐着即可。太皇太后一次又一次优待那病秧子，令锦欢看他坐在那儿就觉得很碍眼，气得攥紧了拳头。安乐长公主怎么还坐着？方才长公主兴致盎然，生生还以为你也要参加呢。众人目光朝令锦欢看来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站起来，反正他诗词也不差，赢过这病秧子是足够了。由抽签决定，飞花令木生生这里开头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参与的贵女一共10多个人，刚开始都是斗志昂扬，不过多久，一个个贵女一声不吭，灰溜溜地坐下了。在场的就只剩下江云起、傅流莹和令锦欢，以及坐在那里最不让人看好的木生生。傅流莹很快因为说错了词，也惋惜地坐下了。江云起还镇定自若，木生生则信手拈来。只有令锦欢最后实在想不出来，才很是不甘心地坐了下去。木生生的目的只是想争一口气赢了令锦欢就行，并不想太抢风头，所以很快就自动认输。江姑娘不愧是圣经第一才女，才情斐然，怡宁自愧不如，臣让。出乎预料，江云起笑容黯淡，完全没有大获全胜的喜悦，因为他看出来了，木生生并未竭尽全力。不仅江云起看出来了，太皇太后和外场许多人都看在眼里，众人都对木生生大为改观。怡宁县主，先前安乐轻信谣言，对你多有误会，所以说了许多不好听的话，多有得罪之处，还望县主不计前嫌。今日安乐就自罚3杯，以示歉意。说着，令锦欢当真举着酒杯，仰头一饮而尽，连喝了3杯下去。这个令锦欢刚刚都还在故意刁难他，这还没过多久，却突然改了性子，前来向他示好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诈。县主若是肯喝下这杯酒，便当是与安乐往日仇怨一笔勾销。生生这身子实在不宜饮酒，不如还是以茶代酒吧。怎么，怡宁县主不肯喝安乐的酒，可是瞧不起安乐，还是说怀疑安乐在酒里给你下毒？刚刚大家可是有目共睹，这酒要是有毒，安乐自己也喝了。怡宁县主若是肯与安乐冰释前嫌，今日便一定要将这杯酒喝了，如若不然，就是不接受安乐的好意。安乐长公主，这不是有意为难生生吗？若是生生喝了这杯酒，当场犯病，丢了性命，安乐长公主可会负责？你旁边玄机迈出一步，接过酒杯，奴婢替我家县主代为饮下。说完，玄机便帮木生生把酒喝了。若是别的婢女，令锦欢真的要气得一巴掌甩他脸上了。奈何玄机是摄政王的人，令锦欢很是难堪，不甘地瞥了莫生生一眼，转身回座位去了。后面接着是江父2人的琴艺比试，木生生已经无法参与了，他疲软乏力，呼吸困难，头也有点昏沉沉的。太皇太后旨意，县主若身子不适，可自行到偏殿歇息。多谢太皇太后恩典。随后木生生便由玄机搀扶着从宴席上出来，前往偏殿。起初木生生还奇怪，玄机怎么只把他送到偏殿门口，关上门便走了。进殿之后才发现，原来令寻正在里头等他。木生生又惊又喜，立即小跑着上去将男人抱住。殿下，你怎在此处？一扑进男人怀里，疲惫倦怠瞬间一扫而空。生生好想念殿下。这个粘人精，这才1日不见，就这么想他。可有人为难于你？不是什么要紧事。本王听说你方才在宫宴上飞花令夺得亚魁。殿下真是消息灵通，这么快就知道了。生生今日可是为殿下也争了气，殿下该如何奖励生生啊？哼，你想要什么奖励？生生要殿下一个吻作为奖励，可好？他都已经累到懒得去讨好令寻的程度，所以想要令寻主动一回，这样他只需要闭着眼睛享受增加天数的快乐就行了。好，本王满足你。急促的呼吸汇聚，男人的亲吻极为强势，没用太久，木生生便顺顺利利获得了10天的时间。若是放往常，他早就应该撩完就跑了，可今日这吻却一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。即使是令寻几次想见好就收，都被他拉了回去，放纵的想要继续下去。
他总感觉身体里好像有股躁动难以控制，让他浑身热得大汗淋漓。